迎各位光临小卖部深夜电台。没想到我有一天也会做别人的小三，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老婆孕期和别人搞暧昧的？我个人读历史学到的最重要的人生的一课吧。假设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难道真的可以只享受当下的爱情甜蜜吗？不光是爱情的甜蜜，一切甜蜜，生活的甜蜜，生命的甜蜜，都要享受当下的甜蜜。你想要的不是客观的甜蜜啊，你想要一个支持你的人，我就是支持你的人。要和我做朋友的正牌女友已婚有娃未离异，分手需要同意吗？分手是通知啊。向往的生活总导演教我的一个东西叫提高期待，降低预期。我还有个好朋友说过一句话，永远坚持，随时放弃。有时候听起来矛盾的话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理。第一章，恭迎少奶奶兵行险棋回国。他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不会有婚的。你看你前男友没有被拆开，你前男友亲手拆的。他口口声声说甘心给我当小三，实则是欺骗我给他当了小三。你们两夫妻是不是在拿我助兴啊？但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冲击了我的价值观。没想到我有一天也会做别人的小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啊，具体是这样的：我在我的上家公司认识了一个同龄的男同事。本来我俩业务交集不多，之前也没见过面。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事情有个工作对接，他这个人工作道德感很高，那就是其他的道德感一般是吧？工作道德感很高，是这意思吗？不会轻易甩锅，也很负责，并且乐于助人，帮了我很多，声音也好听，所以我对他挺有好感。后来因为他工作上帮了我很多，我请他吃饭就见面了，没想到还是个1.8米加的大帅哥。但我当时很清醒，觉得这样的高情商帅哥不会是单身。但是后来他经常和我聊天，听我吐槽，提供情绪价值，我不知不觉爱上了他。我旁敲侧击问他是不是单身，他也旁敲侧击回答说是单身。回答怎么旁敲侧击？回答你是单身旁敲侧击的时候，你就应该反应过来了。回答这么旁敲侧击，他甚至还发朋友圈暗示自己是单身。我现在想想，有可能是仅鱼塘可见的。后来我们聊天逐渐暧昧，私下也见过几次。结果前段时间和我关系好的同事偶尔得知他已经结婚了。我得知嘛也没有拆穿他，但是他可能也感觉出来了。这段时间都没有跟我联系。结果前两天他朋友圈发了他新出生的孩子，我的价值观坍塌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老婆孕期和别人搞暧昧的啊？结果老婆生孩子，他还能开开心心发朋友圈啊！从旁敲侧击的时候，你就应该感觉到不对了哈。吃一堑长一智，远离，这没啥好说的哈。他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个痛苦，远离就好了啊。我和我女朋友谈了7年，从高中一直到研究生。这是个哥们儿吗？我看看，难得的直男来信啊，咱们认真对待一下啊，难得的直男来信。我和我女朋友谈了7年，从高中一直到研究生，分分合合。我大一的时候他复读，我们分手了1年。大一我们又复合了。他大二的时候他喜欢同班同学，他们在一起了，他拉黑了我。后来我们又复合了。后来我们一起租房子，一起奋斗，度过同甘共苦的1年。后来我们都考上了研究生，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杭州。他是专硕读2年找实习，结果我在 iPad 共享相册中发现他上半年一直在和一个上海的小公司老板谈恋爱。那个公司也没有要的，共享相册可以发现这么多信息。结果我7夕发现了他们的聊天记录。大学那次我想着人无完人，这次他又说他只是在搞暧昧，一直哭着挽回我，并且还袒露其实他还暧昧过很多男生。他说他就是长不大，喜欢刺激。他真诚地向我道歉，但是我不想跟他谈恋爱了，我想专注于提升自我。我原谅了他，只是说可以做朋友，现阶段不想解决这个矛盾，也不想激化冲突，让双方都太痛苦。毕竟7年斩不断理还乱。我有时候自欺欺人，觉得自己很了解他，他或许就是贪玩吧，有时候又会扇自己一巴掌，他就是道德有问题。我发这么多其实只是想获得一些建议，来坚定我分手的决心。有时候觉得惋惜，朋友们都觉得一定会求婚，我也做了很多计划，甚至求婚细节，可是事已至此。句号。这哥们儿内心已经碎了。这兄弟从文字读下来，这哥们儿内心是碎了，他的心破碎了，比我的烤南瓜还碎啊！稀碎，比我的烤南瓜还碎啊！稀碎的一颗心，稀碎啊！很在乎，真的很在乎，他很在乎这个女生。都这样了，他甚至都没有怎么，你发现了吧？都已经这样了，他都没有一句骂这个女生，他都没有骂他这个前女朋友吧？没有说这个女朋友怎么样，他还说他自己还在说我想专注提升自我，我原谅了他，可以做朋友。他或许就是贪玩，还在原谅他。都已经这样了，还在给他这个女朋友找借口。最让人心痛的是最后结尾结得非常突然，说我也做了很多计划，甚至求婚细节，可是事已至此。这真的很伤哈，这都像文学的结尾了。一般都说可是事已至此，
无需多言，是吧？可是事已至此，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可是事已至此，怎么样？可是事已至此，句号。他连后面的那种狠话都说不出来，他没法面对。可是事已至此，比再加一个无需多言都更无需多言。哎，太伤了。你说这真情实感就是比文学家还好写的，哎呀，太伤了，伤透了啊！可是事已至此，句号，太伤了，兄弟，兄弟。快跑呀，兄弟！快快起来，兄弟！哎，你说你给我写信是想获得一些建议，来坚定分手的决心。你不需要建议啊，没什么建议，我就是我就纯坚定你分手的决心。你看看你都伤成啥样了，你都让人给伤成啥了，伤碎了啊，破碎了啊，兄弟，赶紧跑吧啊！如果你真的是专注于提升自己，那我真的恭喜你，好好的去提升自己啊，忘了他吧，普通朋友也别做了，我原谅他了，但是说可以做朋友，嘿，别做了啊。你做不了，你跟他做朋友，这姐们哪天给你打电话说，哎，在吗？我怎么了？你出来一下，拉着你的手给你一哭，又完了，你又完了是吧？你又回去了，朋友都别做了，别见面了啊！哎，他或许就是贪玩，他不是贪玩啊，他不是贪玩，哥们儿啊，快跑，快把嘉宾，太可怜了，伤得透透的，哥们儿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被伤成这样，你看看这信，他自己都还压抑那感情，一读就知道了。伤完了啊，伤完了，快跑，兄弟啊，快跑 ！Hello， 有个问题想听蛋总的观点，真的会有白头偕老的爱情吗？你这个问题为什么想听我的观点？我的观点你会不知道吗？前任是我在高中第一眼看见就喜欢上的，巴拉，反正阴差阳错，最后是考研的时候，两个人那个他喜欢的那个人来他的城市，他们才在一起4年多，分开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感觉累了。但是那之后的4年，我都没有再谈恋爱，每次都会想，我再也不会像喜欢他一样喜欢另一个人了。曾经那么喜欢的人，最后还是会分开，所以再换一个人，再经历一遍开始时的悸动，过程中的轰轰烈烈、酸甜苦辣，最后归为平淡疲惫，最后再分开，我真的很怀疑，真的会有白头偕老的爱情吗？想听听蛋总的分析。你这问题问错人了，别问我了，问我干啥？我没什么看法，我没什么看法啊。我对白头偕老这件事呢，没有什么看法啊。首先我这个头是吧，没什么看法。你这是哲学题啊，回答起来比较啰嗦，就懒得回答了。笼统的答呢，就是肯定有白头偕老的爱情，但是白头偕老未必是一个很好的、值得追求的事情，它可能是个副产品。你们够爱的话，它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你硬追求白头偕老，可能就没有了，是吧？人家那个有一些没有白头偕老的，也未必就不好，可能是染发染的比较勤，谁知道呢？蛋总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好幼稚，他给我回了一个我不幼稚，我幼稚是给你看的，这什么意思？这还能什么意思啊？我这军师不能当这么细啊，姐们儿，我给你逐条回复微信啊，这咱我辅导不过来啊，这一天好几万人，我这一个一个辅导啊，这还能什么意思啊？我说你好幼稚，他说我不幼稚，我幼稚是给你看的，你还问我什么幼稚，什么意思？我觉得你好幼稚，你还问我什么意思？这还看不懂什么意思？我觉得你好幼稚。哎，你不会是幼稚给我看的吧，姐们儿？别整这出啊！你不是来我们小卖部幼稚给我们看的吧？你不会看不懂吧？他说你好，你说你好幼稚，他说我不幼稚，我幼稚是给你看的，这有啥看不懂的？你肯定看得懂啊！你就是幼稚给我们看的，少整这出啊！你俩谈你俩的，别把我们拉进去。你俩谈你俩的，不认识啊？这还看不懂？这有啥看不懂的？你好幼稚，你好幼稚啊，是吧，朋友们？但小卖部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00年的母胎单身，自己有些慕强，会因为一个人能力上的突出，或者是学习工作时的样子而对他产生好感。但是每次对一个异性有好感，过一段时间又会迅速的冷静下头，发现这种欣赏仅是对他能力上的欣赏。你是猎头啊？你是干 HR 的，人事部门的，啥呀？这是发觉这种好感仅是对他能力上的欣赏，你要招聘他呀？啊，你干啥？你要干什么？目前我对于恋爱和亲密关系的看法，更像是对人类行为的观察，并没有以身入局的想法。干啥？搞社会学的？搞人类学的？跟我同行啊？啥玩意儿？啥意思？姐妹啊，小科学家啊，你是人类学家啊你？我甚至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无性恋，但是到目前为止，谈恋爱的思想也产生过。可以这样形容自己的大脑吗？但是目前为止，谈恋爱的思想也产生过。你这样形容自己的心理活动的吗？小人类学家，我们一般都说想谈恋爱就完事儿了。你真行啊！你这中一中啊！说我是想谈恋爱的思想也产生过，也不就想谈恋爱吗？可是好像也只在生理期和排卵期的时候会有。哎呀，真是科学家呀！
怎么给自己这么分析自己呢？啊？我感觉恋爱是个非常耗费心神的事，对于喜欢独处的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非谈不可的必要。我感觉自己对于和所接触的异性之间的关系，需要给自己冷静下来辨别考虑的时间，但是也有点怕因此释放出冷漠的信号而错过暧昧和接触的机会。你写论文呢，姐妹儿？从小到大和同性朋友之间的关系都很好，但是异性朋友非常少。周边玩的好的异性朋友也都认识好多年，他们也都说一开始接触我会有点距离感。想问问蛋蛋和各位朋友，因为什么想和一个人在一起呢？或者说和异性发展到什么程度才会想深入一段关系呢？怎么区别好感、欣赏和喜欢呢？我应该怎么更好的与异性朋友之间接触呢？哎，我的天哪！这道题，这封信的题眼是什么？这封信的题眼是什么？这封信的题眼是感觉恋爱是个非常耗费心神的事情。完了，你给我写这么长一封信，完了，你现在问了我3个问题。然后你居然感觉恋爱是个非常耗费心神的事，你觉得你现在没耗费心神？你觉得你观察人类行为，向另一个人类提出这么大的问题，这事儿不耗费心神？然后你嘎嘎分析自己的心理活动，不耗费心神？就恋爱耗费心神，你现在不耗费心神？耗费心神啊！你现在也在耗费心神。至于说你现在这种耗费心神，怎么才能不耗费呢？谈恋爱呀！你说谈恋爱耗不耗费心神？也耗费，那不是另一种嘛，你现在只是适应了这种耗费心神，你换一种啊，你换一种耗费心神也可以了哈，姐妹儿，想太多，行动力有点差，有点怕啊，有点怕。然后说我并没有以身入局的想法。然后你最后一个问题说怎么更好的与异性接触？那你为什么没有？这不就是那你这个局是啥局呢？不就以身入局？这谈个恋爱就以身入局了？更像是对人类行为的观察，并没有以身入局的想法。你写信也是人类行为啊，姐妹儿。你只要是人类，你的行为你就入局了啊！你只要是人类，你就入了这个人类行为的大局了啊！已经入局了，来不及了，都是人啊，已经入局了哈，没辙啊，已经入局了，来不及了，好吧，来不及了，赶紧行动起来！你下次这样啊！但是目前为止，想谈恋爱的思想也产生过。好像也只是在啊，就是一些这个激素分泌的时候会有。你下次这个激素分泌的时候，你别老想着说哦，我现在是什么什么期，什么什么期，你别这么想，你就让激素做一回主，行不行？激素让你干啥你就干啥，行不行？你试一下。我们都被激素控制一辈子了，你这一直不被激素控制也不行啊。我们都是被激素控制的人啊。你下次那个听激素的啊，不要对抗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试一下啊。这么厉害的你啊，人到中年以后就是。啥什么荷尔蒙啥玩意儿全下跌了，全部分泌的时候你就后悔了，是吧？这会儿还就是多巴胺什么这那的，就是是吧？让他控制一下，没事的啊。听一会儿激素的啊，没事的啊，别老听你大脑的，听激素的，好吧？太理性了，这个姐妹太思考了，把自己想的太多了，去行动啊，去行动。至于我可以回答给你，我刚说的都是比较虚，我给你回答一个具体的实操内容啊。他说我应该怎么更好的与异性朋友之间接触？就聊这些，就你给我写信聊的这些困扰，这个就是青少年的困扰。你不00年的吗？24嘛，你就跟你身边的这个同龄人，甭管同性异性，你就聊这些，大家都有这种困扰，只不过你的说的比较那个文气一点啊，比较那个书面气一点，然后你就跟他讨论这些困扰嘛，就说哎，什么是爱呢？什么是喜欢呢？啊，我到底跟一个人什么叫欣赏？什么叫喜欢？什么叫有好感呢？我怎么才能跟人走得更近呢？哎，我是不是被激素控制了呀？啊，我是不是在观察人类行为啊？你就聊这些就行了啊，聊这些就有的聊，大家都爱聊这些，年轻时候都爱聊这些，就是人的这种大问题是吧？聊着聊着就交上朋友了。青少年、小朋友、青少年不就聊这些吗？聊天不就爱聊这些吗？人生、理想、激素。欢迎大家啊！感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当然，快骂骂我！我意外得知，在我年少不懂事时糊里糊涂拒绝的那个男生，现在出人头地了。我难受啊，我焦虑啊，我上火啊，我后悔啊！我一直反复内耗，想如果答应他就好了。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坏人。我现在有很稳定的男朋友，他对我很好，我很自私的把他俩拿来比较，觉得别人更好更耀眼。我真是个坏人，最近陷入深深的内耗中。不是坏人啊，正常人啊，你是个正常人，你是一个有点勇敢的正常人。我们普通的正常人不敢说，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们心里也拿着是到处偷偷比人家，不好意思说而已。你比较勇敢，你说出来，没多坏啊，正常人啊。
正常人啊，正常人。现在咋了？深深的内耗啊！你的问题是啥？最近陷入深深的内耗，一直反复内耗，想如果当初答应就好了。我们呢读历史学到的最重要的，我不说我们，我个人读历史学到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人生的一课吧，叫假设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你读历史书会不会读到某一些的时候说，哎呀，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就好？假设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读历史至少把这个学会吧。你反复内耗想，如果当初答应他就好了。你当初答应他，没准你俩现在双双无法出人头地，有没有可能？你俩有没有可能你当初答应他，两个人双双纷纷以头抢地，然后现在没在一起，这个人出人头地了，对不对？假设的问题没有答案，你怎么知道你俩在一起会好呢？对不对？别想啊！刚这个姐们儿就是说，以前拒绝过的男的出人头地了，现在有点闹心，说自己是坏人，是吧？别想了，假设的问题没答案，怎么样是好的呢？那你想想呗，那人家都能，你这么想吧，虽然这么想有点怪啊，但是我是给他的建议，你们别听了，你就这么想吧。你想想，被我拒绝的人都能这么优秀，那我肯定也不错，是吧？你想往好处想，好好努力呗。别人出人头地永远是别人的，你就算跟他在一起了，他出人头地也是他的事，跟你也没关系啊。你非要用出人头地这个词儿的话，你也得自己出人头地啊。蛋总你好，大家似乎都是感情问题，我也是。我的问题是工作调动半年前谈了一个对象，大家都科研压力很大，异地半年分手了，对方没有大的人品问题，但性格上面确实不是普通男生的性格，努力一下解决异地的问题，复合也没太大的可能。我接受了分手的结果，但大半年了始终没有完全走出来。下半年工作结束要回到原本工作的地方，我不知道怎么调节自己，更快从分手的过程中走出来。我甚至分不清到底是科研的压力导致痛苦还是分手。你不就是没接受分手哈？没接受分手，很怕自己像之前一样回去忍不住又跟他说话，佯装平静无事。共同同事也很多，和他聊一次做朋友，自己觉得也没必要，还是就冷处理，既来之则安之。有点没走出来哈，有点没走出来啊。科研压力还不够大，我甚至分不清到底是科研压力导致的痛苦还是分手。科研压力还不够大，科研压力够大你就想不起分手的事儿。好好工作吧啊，好好工作吧，好好搞科研。过段时间就忘了，化悲愤为力量。哎，只能化悲愤为力量，没辙啊。蛋总好，昨天刚分手，本人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小女孩，今年才20岁。今天晚上看了一晚上你的视频剪辑，哈哈哈哈。咋说呢？分手原因，哎，这怎么转折的？分手原因是咱都刚大学毕业。我没大学毕业啊，我大学毕业好久了，咱都刚大学毕业，我毕业好久了啊，是你大学毕业啊。异地恋其实也就差200公里，但是呀，他说他家里不同意呀。再还有他说他现在没有心思谈恋爱呢。天哪，我觉得我该买一件你穿那个恋爱脑已痊愈的 T 恤来警告一下自己。我想等1个月给他寄一本日记呀，内容是分手后我每天的心路历程，哈哈哈哈，想想就很小丑。管他呢，我高兴就好了。那你高兴就好了，可以啊。好的，20岁正是写日记的年纪，好好写啊！你顺手也给我来一份吧，复印一份发我看看吧，好吧？咱们一起欣赏一下，可能能凑出好多这个念信的内容来。感谢大家，欢迎大家关注。20岁嘛，正是写日记丢人没够的年纪啊，没事儿啊，想想就很小丑，没事儿的。20岁不当小丑，打算什么时候当小丑？没事儿的啊。Why so serious？咱们缓缓啊，这情情爱爱，咱们今天搭配着来，我先来点别的。咱们今天就是读一会儿情情爱爱，就读点别的，咱们让这个心情始终处于一种愉悦，别给读痛苦。有时候情情爱爱读多了真挺 emo 的。27岁还能当吗？能，都能啊。蛋总好，我是一个01年的女生，工作1年多了，和领导和同事的关系让我很困惑。今年3月份到公司上班，直属领导好像一直对我工作不满意，但是他没有当面跟我说，而是跟一位同事说我这里做的不对，那里做的没对。这些都是同事给我发的他和领导的聊天截图才知道的。从刚入职第3周到现在，我已工作小半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收到这位同事的截图。我很困惑，为什么领导不满意我的工作不直接找我说呢？同事说领导老是找他说我的事儿，原因之一可能是我没加领导微信。加领导微信是必须的吗？加领导微信是必须的吗？你们没个什么企业微信啥的吗？我想找领导聊一下，但是我有2个顾虑。一是我找领导说破这个事儿，万一领导真的不怀好意，我的处境不会更艰难吗？二是那位同事会不会觉得我背刺他？他给我发截图后告诉我看了就删。你这个同事啊，我不愿意把人往坏处想哈，但是也挺幼稚的哈，咱们就不往坏处揣测了。你这同事有点幼稚。很简单哈，你需要做2件事，朋友。姐妹儿，你需要做2件事。第一呢，当着你这个同事的面找一个比较自然的机会，你无论是一起讨论工作也好啊，还是说吃饭的时候，
当着你这个同事的面加一下你领导的微信啊，你不相信加微信，总有企业微信，我不管啊，就是你们办公用的，加一下，说我给你传个文件什么的啊。第二，单独去找领导，但是不要说破这件事儿。小半年了，你说领导，你说领导，我已经来咱们公司半年了，我因为很年轻嘛，我01年的，刚刚开始工作，我平时咱俩交流也比较少，我也不知道这个公司啊，还是您对我这工作成绩有没有什么满意，我想做一个复盘，你能不能给我一些简单的建议？我确实这半年心有点慌，平时您要是对我有什么不满的和什么希望改进的，希望您能告诉我，感谢领导啊，就这么点事儿啊。然后呢，你看看这个领导啊，后面是比较关键的，这2步很简单啊，后面的判断比较关键。你看看你这么说完之后，你领导会不会批评他曾经跟你同事说的那些批评啊？语言可能不一样，但是他会不会提到那些点？你自己判断一下啊。你自己可以提一下，他如果一直没提，你说，那我是不是我感觉我平时挺毛躁的，就是耐性比较差，你提一个这种他们说过你的背后的不好的什么什么，你看看他咋说，他要是很坦诚的一个人，他觉得对你不满意，他就直说了，然后你们就正常交流，那 OK 的。他如果是吧，装没事人，说对你都很满意，什么觉得你很好什么，那就自己想想。同事好可怜，不会的啊，这不可能透露出同事的哈，不要透露他那个给他发那个，咱们不管那个同事是出于什么考虑，都不可能暴露说是同事的，你就自己去复盘嘛。你工作半年了，找一个直管领导复盘一下自己的工作好不好，这不很正常的事吗？不应该吗？应该啊！我推荐所有人都这么做，我不是说光他啊，推荐所有人都这么做。你在职场，你工作都在一个地方工作个半年了，你不就应该找你的直属领导、前辈啥的说，这半年我这怎么样？平时有什么需要改进？这是很正常的动作啊，这没有什么不正，这是非常正常的动作。我觉得不会啊，我觉得不会。我觉得我猜就是都比较年轻。他01年的，他跟他这同事，我估计同事也是比较年轻。我甚至觉得他这个领导可能也比较年轻。我猜啊，我倾向于不把人往坏处想。我猜这故事中的3个人年纪都比较小，加起来可能还没我大呢。所以呢，是吧？就有这种事儿，说开了就好了。我猜就是年纪比较小，没有那么大的事儿，应该还不到什么勾心斗角呢。但总好，我有个职场困扰，我们是分公司，总部在深圳，分公司呢人很少，就20个左右，我们部门就3个人。我应聘来的时候只有一个姐姐，我入职马上1年，后来她休产假了，后来又应聘来了一个人，所以目前呢就是我和后来的这个人啊，新来的这个姐姐也很棒。前几天总部领导和我们开会，也夸奖了她，因为应聘的我们的那个姐姐不在，领导就说让这个新来的姐姐扛起分公司的大旗，也要让她负责接下来的面试。我由衷的觉得她好厉害，虽然她才来了不到3个月，但是我很困扰的是如何正视领导对他人的夸奖和认可，以及自己的不被看见。啊，咋办？如何应对？这个投稿的姐们挺好，没有那种嫉妒的感觉哈。她其实心里升起了一种嫉妒的情绪，但是觉得，我不应该嫉妒呀。我觉得她也挺好的，但我该怎么直面这份嫉妒呢？如何应对？这封信的题眼是什么？又要问题眼。这个人到中年是喜欢考别人啊，让我来考考你。这封信的题眼，这怎么回事？这人到中年不自觉，有人让我来考考你，好奇怪，怎么回事啊？这封信的题眼是，我们部门也就3个人，其中有一个在休产假，这个部门现在就他和这个姐们，在我看来这是巨大的机会。这个部门一共就2个人，然后你们这个部门的，你的这个姐姐被总部领导公开夸奖，然后说让他扛起分公司的大旗。那谁离他近？谁离这个被总部领导夸的姐姐近？你呀，全公司不就你离他最近吗？这不是你的机会吗？好吧，一辈子都不要离开这个姐姐，是吧？跟这个姐姐好好学习，跟着她好好干。机会，这是机会啊，这是巨大的机会，明白了吗，姐妹儿？听懂了吧？我不用说的更透了吧？好好的跟这个姐姐好好学习，咱也不用搞那一套啊，不用搞那一套社会那一套，就是你看你自己也说嘛，你看我由衷的觉得她很厉害，那你就说那就好好跟她学习嘛，是吧？然后你很困扰说如何正视领导对他人的夸奖和认可，领导夸奖和认可的是离你最亲近的在这个公司的人，对吧？这工作中显然也有你的一部分，先别想那些啊，先跟这个姐姐学。你什么时候达到了这个姐姐的能力，你不是由衷觉得她很厉害吗？你哪一天由衷觉得自己跟这个姐姐一样厉害了，那个时候我再教你怎么面对领导对他人的夸奖和认可。如果你那个时候居然没有被认可的话，好吧，感谢大家关注。
感谢各位，再读一条吧，再读一条，我们回去读情情爱爱，好不好？但我刚当服务员不久，前几天工作上义正言辞地顶撞了一个老同事，他当然不会放过我，被当天值班领导提醒说教了一番，本以为结束了，但还没完，他又单独喊我到包间谈话。我真的很感谢啊，这下总算跟领导一吐为快了啊！我刚开始仰起头还忍了一会儿眼泪，到后面就绷不住了，缓了一口气，眼睛还是红的肿的，回去继续接送客人。还好我过去的成长里面有一些大哭完紧接着去面对人类的经验，所以抱着不知道丢了多少次人被人看过多少次笑话的心态，外表内心虽然都是碎瓦了，但还是回到了岗位上，带了一桌一位的客人。他给我做，看到我的眼睛问我是刚哭完吗？我吓到了，想着完了，我的工作完了，结巴的说，哎，刚刚发生了点事儿，我就准备跑。他就拉着我的手说没事儿，碰到好人了，说什么都会过去的。哎呀，真好，我现在什么都不重要哈。哎呀，碰到好人了你姐妹儿，我吓死了，刚刚才控制住的泪腺又崩了，哭着说祝他用餐愉快就跑走了，这下更难受了，想送给刚刚的客人点什么表达一下，下单了一个蛋糕面包，跑腿也送来了，但是我还是缓不过来。我就请了假，努力不哭，送完了东西给他，然后他又告诉我是没有错的，但他其实根本不知道我干了啥，他又拉住我，把他挂在包上新买的挂饰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更不好意思了，我就又回头逃跑了。但跑了几米，想到以后我都见不到这么好的人了，回头撞见了找我谈话的领导，我说如果加一下这位客人的联系方式会不会不好？领导说可以啊，放开一点去加吧。我就又跑回去加上了他的微信，他又在微信上大段话发给我安慰我。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好的陌生的姐姐？总之主要是想分享一下难得荒谬的善意，以后面对不合理让别人别扭的说教要怎么化解呢？哎呀，这最后还有个问题啊，以后面对不合理让人别扭的说教要怎么化解？前面是个很幸福的故事啊，非常幸福的故事啊。碰到天使了是吧？这个世界上天使啊菩萨总是化身成一些奇奇怪怪的来吃饭的客人什么的，你没注意到是吧？这个就是碰到了，注意到了，很幸福啊，非常好。你领导也是个好人啊。回头撞见找我谈话的领导说加一下联系方式会不会好？会不会不好？他说可以啊，放开一点去加吧。然后说教你的就是这个领导吗？不是，被当天被当天值班的领导提醒说教了一番。但听起来你这领导是好人啊，你领导很好。以后面对不合理让人别扭的说教指教要怎么合理化呢？你先听吧，我感觉你这领导挺好的，不如下次听听他怎么说的。我猜你这领导是个好人啊，你下次听听他怎么说吧。不是一个啊，那你就多向这个领导请教，很幸福啊，碰到天使了。他是顶撞老同事，然后被当天值班的领导说教了一番，本以为要结束了，然后这个领导又喊他到包间谈话，然后他就当着这个领导的面一顿大哭。这后面又碰到这个领导了，就是这一个领导，这领导说，哎，可以啊，加吧。我劝你听他的，听听看吧，是吧？先听听，咱们调剂着来，职场一会儿，情情爱爱一会儿，咱们都不累，不然读着就贼 emo。蛋总好，我在感情里非常的智性慕强，前任都是名校高学历科学学霸、理科学霸，温柔幽默，双商人品在线的那种优质男生。但是由于我年轻不懂事太作，谈的都分了。上一段感情分手后，不是这话也不对啊，不是这年轻懂事不作的谈的也都分了呀，那肯定是不那还都谈着呀，那肯定是就是对吧？你就现在留一个嘛，对吧？不是说年轻不懂事太作就都分了吧？上一段感情分手后，我疯狂的挽留，前任特别的绝情，说不可能再复合了。我是极其缺爱又胜负心很重的人，想靠新的感情忘记前任，所以很快接触个新的男生并恋爱。我新的男朋友也有非常优秀的地方，那就肯定不够优秀了，是吧？在他眼里哈，海外硕博，聪明，爱学习，但是性格有点木讷，长得太丑了，我下不去嘴。虽然高，但是骨瘦如柴。哎，这能念吗？这太不拿我当外人了，你这写的都啥呀？中间省略一些字数啊，反正就是跟他在一起，每个晚上我都是偷偷哭泣抹泪，脑子里想念着我的前任们，他们是那么的帅气，那么的优秀，我当时怎么就没有好好珍惜呢？不能念这个，我当时怎么就没有好好珍惜？我特别是想念刚刚分手的前任，跟现任一开始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我也没有那么看脸。本来嘛，觉得关灯还能走，再省略一些字啊。哎呀，他现在还每天很热情、真诚的对我，给家里说我们的感情，也发了朋友圈官宣置顶。但是我没有，我对他是完全下头，
也没跟身边的人说和他在一起，因为感觉走不长远。我很想跟他早点说分手，但是他又很上头，并且他提到过他在之前的感情里做出过极端的行为，我很怕跟他提了有类似的反应。那你等啥呢？那你不就应该现在就赶紧分吗？而且我对他那是什么？这耿耿于怀吧，反正就是不喜欢他，就是各种啊。亲爱的蛋，我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啊？希望被念到。这一句一句的，差点给念出来。你分吧啊，给你分吧，就是不行，受不了啊！你不是啊，他上来给自己一个定义，说我在感情里是非常智性恋慕强。就你再智性恋，这读下来感觉你也还是得是吧？这个生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嘛，咋整啊？赶紧跑吧啊！你跑吧啊！你也不喜欢这个男生，你也别折磨他了，放过他吧啊！你也放过你自己，互相放过吧啊！感谢大家，欢迎大家。你们真不拿我当外人呢？这能跟我说吗？这都太猛！哎呦，擦擦眼睛再念啊！哦，有后续了，朋友们，来后续了。你们还记得？哎，我算了，我直接把上一封信念完吧。你们还记得那个上贼船的姐们吗？来后续了啊，就是说恋爱4年，结婚7年，一直觉得老公特别好，然后呢，发现他在恋爱期间出去跟别的女生有过那啥，完了这个姐们就跟我说，很在乎底线什么的。说那个女生也是知道她老公她男朋友有女朋友，想上位挖墙脚没成功，他们就那一次。反正呢，这姐们就说，如果当时发现这事儿，我肯定连夜跑了。但是现在上贼船这么久，贼对我还不错，原则性问题也没有出现过，我该怎么办？记得吧？我上次不就让他去把钱是吧？我说他也离不了，就把钱看好就完事了，买了房，买点什么信托啥的。我看看他啥后续啊。亲爱的蛋总，早上好！回放和后续以及评论我都认真的看完了。我先回复一个小伙伴的评论，他问我是怎么发现的。我解释一下，我是某天一机灵灵光乍现，翻了他的消费记录，有一条开房的记录。那段时间我并不在他身边，然后就逼问他问出来的。灵光乍现，灵光乍现！你们不会现在都去翻男朋友消费记录了吧？回来啊，别这样啊，快回来！还是去删自己的消费记录了。有一部分姐妹是赶紧去看男朋友的消费记录，有一部分姐妹是赶紧去删自己的消费记录，有一部分是先把自己的删了，然后再去看男朋友。听我一句劝就别查，听我一句劝别查，真的听我一句劝就别看这些，看着头晕啊！别看这些，哈哈哈！他没有想到，我也问过他为什么不删除这条记录，他说他没想到我会看他手机，他是没想到，他后来他的手机我随便翻，蛋总出的招，我其实从订婚开始就已经在落实哦，都绑牢的，找他多拿钱不是啥问题啊，那就行了，那我还看啥呀？可以啊，没啥问题啊。没有发现这个事情之前，我就会要我的保障的，因为我是全职啊，全职太太吧，可能是这意思吧。对，还有2个孩子呢。对，目前物质层面不缺，但是我想知道，我还有可能重新在他身上找到爱情吗？作为女生，我觉得我很菜，我不能没有爱情。虽然也有很多男的找我聊天，一看就知道他们想干嘛，但是我很懒，不想去尝试，也有风险。他现在一直对我很好，说希望我不要因为年轻的时候一次的混蛋否定我们之间的全部。对了，蛋总，其实我后来还找到了那个挖墙脚的女生的社交账号，你这还得来封信教教我们咋找得到啊？你这光看消费记录就能从消费记录一路查就能查到人家的社交账号，你干侦探去吧，你别搁家全职了，你干侦探去吧。你怎么做到的？你太厉害了！我后来又找到挖墙脚的女生的社交账号，她太像我了，不过那也是低配版的我，所以我也理解她为什么挖不动。一个替身怎么挖得了白月光的墙角？还有蛋总，你上次说让我再买个手机分开看视频。哦，对，上次我读他的信的时候，他突然来回复了，说，我看到蛋总直播在念我的信了，但是我老公在跟我一起看，我就退出了，然后跟我同事要的回放，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买俩手机？你别俩人用一个手机，这不早晚出事吗？他说，蛋总，你让我再买个手机分开看视频，我觉得不太现实。因为我有时候和他一起吃宵夜的时候就爱一起看视频看电视剧，最近就是看你的直播，我那次是没想到你会读到我的信。他买了您的牛脆脆，说怪好吃的，我还没吃无法评论，不过我老公嘴挺刁的，他说好吃应该就是好吃。哦，那你这么说我得站在你老公这一面了啊，兄弟啊，兄弟啊，咱俩现在一个战线了啊，
我帮你想想辙啊。不是姐们儿，你俩天天一起看我直播，我这刚念完不都知道了吗？你们夫妻关系这么感觉挺好的呀，你俩夫妻关系完全没受影响呀。你这信里跟我写，虽然也有很多男的找我聊天，但是我很懒，不想去尝试，也有风险。这话让你老公听着没意思，没事儿是吧？是这意思是吧？那你俩感情挺好的，你俩感情太好了哈，一起看我直播，我还能说啥呢？你俩再多买点牛脆脆助助兴嘛啊！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夫妻俩对我的支持。他俩关系太好了呀，感觉他俩关系非常好啊。咱们都是外人，咱们插不着手啊。你俩多买点牛脆脆吧，我们都付出这么多。上次我念的时候，还有好多姐妹为你义愤填膺呢。你倒好，没啥事儿呗。他就是感情也挺好的，我看这意思。完了，他说这个钱他也有是吧？那就这样呗。你问我的啥问题？啥问题啊？问题是啥呀？问题是我想知道我还有可能重新在他身上找到爱情吗？你俩也太有爱情了，那解释不了呀。你俩如果没有爱情，怎么能一起看我直播念你这封信呢？你俩太有爱情了，我怀疑我念完这封信，你俩爱情就更浓郁了。我是不是被你们当枪使了啊，姐妹儿？我还说你们买牛脆脆助兴，拿我助兴呢？你俩这是不是？你们两夫妻是不是在拿我助兴？是吧？我还有可能重新在他身上找到爱情吗？你俩也太爱了，太多爱情了。现在我又让这个爱情更浓烈了一些，利用我，行吧，也行吧，都可以。我不伤心，不难过。人和人的感情就这样，一场骗局，没啥事儿啊，姐妹儿，你俩没啥事儿。我感觉你俩这事儿可能还真就过去了，是吧？感觉你在你们这不是个事儿了，确实，就你俩都说开成这样，你俩都不是说开了，你俩都要听我再说一遍。感觉这事在你俩这儿是真过去了啊，好好过日子吧，过去了就好好过日子吧。好好照顾孩子。没有啊，有一些姐妹在帮我打抱不平，我多说一下啊，肯定不是说人家不是说那个故意没事找事儿，这个事儿肯定还是个事儿，这个事儿至少在我念之前还是个事儿，就这个曾经谈恋爱的时候出过一次轨，这个事儿肯定还是个事儿。但是呢，让我这么一念，他们这么嘻嘻哈哈一看，他们这么来回一交流，可能也就过去了。哎。反正过不过去吧，这个姐们儿她是很希望她过去了，是吧？过去了那就好好过吧。蛋总晚上好，小小的我，22到24岁，那不就23岁吗？这什么毛病？小小的我（括弧22到24岁），你有3个自己啊？不就23岁吗？我有几个小小的疑惑，我是一个小小的什么呀？我是一个小小的观众，我有一点小小的自恋，啥呀？写歌词呢？简而言之，就是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暗恋我。哇，这不小啊，这可不是小小的自恋啊，大大的自恋啊！我总是觉得所有男生都会注意我，生活中不管大小情况，出门我都认真化妆，目的也是为了让全世界都看到我的漂亮。但是我并不会因为自恋而各方面都很自信。我在学习、工作、生活上也都认真欣赏别人的优点，并分析自己的不足。你说我并不是想勾引全世界吧？不是吧？我的情况是173，长相中上，瘦高个 ，ENFP 加射手座，被追过几次，被要过几次微信，搞过几次暧昧，但是至今母胎单身。你不单身呢？你这不跟自己谈恋爱谈好几年了吗？你跟你自己恋爱谈挺好的啊，不是单身啊，不是母胎单身啊，你跟你自己谈的恋爱谈不错啊。我感觉我的目标可能是让全世界暗恋我，然后再婉拒全世界。您帮我看看我这个病到什么程度？谈不到病啊。高肓而已啊！我知道其实没有这么多人在意我，我该怎么改掉这个羞耻的习惯？总觉得有一天会被狠狠打击，就是今天，就是今天，姐妹儿，我就是打击，你给我醒醒！大事儿，开玩笑，没啥大事儿，你谈个恋爱就好了啊，姐妹儿，你就想得多，做的少是吧？自己没有行动，为什么要过几次微信，被要过几次微信，搞过几次暧昧，但是至今都是母胎单身。那你谈呢？你谈了就好了啊，没啥事，这不挺好的吗？很幸福的烦恼。疑惑2，1.73米的我在广东像一个巨人，我感觉全世界的男生都怕我，虽然他们也暗恋我，这是为什么呀？你们有高人恐惧症吗？我没有啊，我没有高人恐惧症，我有高手恐惧症啊。我很怕这个来信的那些高手，你这高人恐惧症我没有。173，而且第一次接触的男生们往往不会第一时间接近我，而是去接近一些没有那么高、看着比较亲切的女生，先观望一下，意外的发现我人很好，才敢靠近我。相比起来，女生眼光就比较好了，我也因此有很多的姐妹，哈哈。我有点好奇，蛋总，你看完我说的，觉得我母胎单身的原因是什么呀？想的太多了哈。我这种性格容不容易吸渣呀？别想了啊。先吸就行了，你还吸渣呢？你这不也加过几次微信吗？你最后不也你这不知道你这
全拒绝了呀，不知道呀，岁数太小了吧，应该是23岁，还行啊，1.73米，你打篮球吧，姐妹儿。广东，在广东，你去那个天河体育场，天河体育场知道吧？那儿打野球的，你上打野球去。你去打野球，打野球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让你练球技啊，为了去那儿能看，你就去那儿碰到比你高的男生的概率不是大一些吗？你去那附近，你不是能看到一些比你个子高的男生吗？然后你感受一下他们是不是暗恋你，你感受一下他们恐不恐惧你，可能你就发现都是你自己的想象啊。你觉得这些男的都怕你啊，或者说暗恋你，很多都是你的想象。你去感受一下，你说，哎，你如果是自己觉得，哎，这些比我个子矮的男生是不是都是这个高人恐惧症？你去看看那些高个的，你看看他们是不是也不愿意？哎，你说，哎呀，原来全世界都是恐惧我，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你有点没对了，是吧？想的太多了，好好谈个恋爱就好了，有啥的呀？而且广东的朋友现在也没有说都那什么吧，我记得也高也是普遍也挺高的呀。我给你们插上电，我现在特别厉害，我现在有这个散热了，我现在就是充着电，我也不害怕，我可以给手机降温，特别高级。有没有风声啊？降会儿温啊，降会儿温，给它降会儿温，不然会卡，不降温会卡。之前就老卡。大爷你好，请一定要读我的信啊！再读吧。我男朋友是丁克，且对婚姻持消极看法，我该怎么办？我今年25，我男朋友小我1岁，我们在一起半年，2年前认识的。当时他坐我工位对面，结束实习以后各自回各自的城市继续生活。但这2年间，他陆陆续续约我吃饭，我没去。然后今年过年又约我，答应了。接触之后呢，他甚至超出了我对男友的预期标准。我甚至一度在想，这样外貌性格俱佳的男生是怎么看上当时在那个工位上焦头烂额的我的。现在呢，我们安心的享受着爱情的美好和甜蜜。但不得不提的是，聊到对未来，我对于生孩子态度不确定。他是坚定的丁克，以及对婚姻消极的看法，让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我自己不是多么殷切的希望未来一定要结婚生子，但是希望对方有坚定的和我一起走下去的决心，希望对方是把我纳入未来规划的。当然我也明白结婚并不代表就能一直在一起，也许是被烙上了什么思想钢印，所以才觉得男生如果希望和对方保持稳定的关系，是会想要和对方结婚的。怎么全是在接的？当然不提这些的时候，一切都很美好，对方也积极的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家人。但是难道真的可以只享受当下爱情的甜蜜吗？不用那么早被未来的焦虑裹挟吗？补充，对方说虽然他不看好婚姻，但如果我们在一起双方都觉得不错，也可以考虑。但是我是原则上结婚，除非遇不到合适的人。他似乎原则上不结婚，除非遇到喜欢且合适的人。这样真的可以继续在一起吗？你男朋友不焦虑啊，你焦虑。难道真的可以只享受当下的爱情甜蜜，不用那么早被未来的焦虑裹挟吗？未来不焦虑啊，你男朋友也不焦虑，只有你焦虑。你在焦虑，你就被裹挟了。你看他不焦虑，他不挺好吗？他不就没被裹挟吗？人家很坚定啊，就不生孩子，而且也有松动，是吧？说实在不行，咱俩也能结婚，是这意思是吧？他原则上不结婚，除非遇到喜欢且合适的人，已经退了一大步了，是吧？你还焦虑，咋办呢？咋整？怎么办？姐妹儿，你现在看看下面的弹幕，你是不是更焦虑了？他们要把你男朋友接走。他们说接丁克帅哥，他们要把你男朋友接走，你再焦虑就给你接走啊！你现在可能更焦虑了，马上就给你男朋友接走喽。别的不说，但是我确实这句话我必须回应你啊！难道真的可以只享受当下的爱情甜蜜吗？好吧，我这头点的看明白了吧？好好享受啊！不光是爱情的甜蜜，一切甜蜜，生活的甜蜜，生命的甜蜜。都要享受当下的甜蜜啊！不光是爱情的甜蜜，一切的甜蜜，当下的甜蜜就好好享受。你才25岁，你得焦虑到啥时候去？你最后把你男朋友焦虑走了以后呢，突然在27岁那年发现自己也并不想结婚，28岁那年相亲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29岁要生孩子，突然想起来自己的前男友说啊，我其实也不想生孩子，怎么办？到时候怎么办啊？到时候你就想起今天这一幕了。哎呦，那个秃头说的我怎么没听呀？姐们儿，我必须要跟你说一件事儿，人遇到真爱是极端小概率事件。你现在能够安心的享受着爱情的美好与甜蜜，已经超越了
很多人，好好享受，好好享受，不要等一切都失去了再追悔莫及啊！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如果现在我小卖部再给你再来一次的机会，是吧？你应定记得要对你的男朋友说3个字：在干嘛？在干嘛？25岁啊，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孩子，你再想想啊！感谢各位的关注，蛋总好。我有一件困扰我许久，而且我快被逼疯了的事，想请你帮帮我，谢谢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目前是在1线城市工作，在出来工作这几年认识我的男朋友，相处了快3年了，也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互相见了家长。我们是北方省会城市，家境普通，小康，独生女，所以日子活得还行吧。男朋友呢是南方小县城，母亲1个月工资不高啊，父亲没有工作，他和他父亲关系很不好，觉得他父亲游手好闲，不好好工作。据他自己描述呢，因为他大学就离开家乡出来读书，只知道家里条件不好，但是没想到家里条件只能拿得出彩礼10万，房子1分都拿不出来。我听到这种情况也是傻眼了，因为男朋友对我很好，性格也不错，也有上进心，我父母见了之后也特别喜欢。出现这种情况后，我第一时间想着要不分手算了，但是我爸妈说现在找个家庭好的不一定会对我好，或者能够那么百依百顺，只要他足够上进，人又好，以后日子可以慢慢过起来。但是我心里也是有些难受，因为身边的朋友们都找的是可以买房子的男朋友，所以我心里不是很平衡。后来家人呢给我做了一顿心理，我就想辞职和男朋友一起去一个2线城市或者小城市就好。我父母也答应了给我买房，到时候平平淡淡的生活就好。但是呢，因为我们一个南方人一个北方人，对于要去哪个2线城市产生了分歧，并且迟迟未定。他表示我去哪儿他就去哪儿，但实际情况是他的工作内容是很多新能源方面的，肯定是沿海工作机会多，而我工作很好找，不用操心。只是他让我先走，他慢慢找到工作再过来找我。他一直没有告诉我他家里不同意他去那么远的地方，而且是北方。我一直为未来的生活憧憬着，但有次吵架他终于说出他家里不同意他去那么远的地方，而且他也属于对家牵挂比较重的，希望能够孝顺奶奶和妈妈。所以我知道他也顶着压力，但这么一直拖着也不是办法。蛋总到底怎么办呢？想听你的真实建议。我跟我男朋友感情很好，但我不是恋爱脑，只是需要建议。身边朋友家人对他一致好评，所以我的分手想法他们都不同意。我只想要一个客观的建议，麻烦你了。你想要的不是客观的建议啊，姐妹儿，你想要一个支持你的人啊，你想要的不是一个客观的建议，你只是想要一个支持你的人，好吧？我就是支持你的人，分吧，那就想啥呀？你不就是想要一个人支持你吗？我支持你啊！你想要啥客观的建议啊？你不是想要客观的建议，你就是想分，没啥合适的理由，身边的人都那个是吧？劝你，你都想分了，再好也得分了啊！哎，咋办？你问我客观的建议，这给不了客观的建议。我觉得你爸妈说的也有道理，对不对？是吧？只要他足够上进，人又好，以后日子可以慢慢过起来。我同意啊，我觉得说的很好。但显然你不相信呢，你觉得过不好，你已经找了一堆理由了，那就分呗，那咋办呢？咋办？他俩不会好的，他俩在一起不会好的，以后是无尽的吵架，无尽的争吵。哎，这个今天对于这封信，大家感觉很多不同意见啊。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啊，姐妹儿，你再看，你也可以看看小卖部我们其他朋友说的，你看也有劝你别分的是吧？也有劝你赶紧分的是吧？挺好，我说的也不一定对，你可以看看啊，你可以看看是吧？我的想法很简单，哎，我说出来，姐妹儿，你别觉得我那啥啊，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就直接说我读这封信的感受吧。我没有读到你最后说你跟你男朋友感情很好，我没读出来你们感情好，我读的就是你对他有各种各样的现实层面的不满，且这些现实层面的不满，很难有客观意义上的改变。他可以跟着你去一个你选的城市，但他心里还是那么想，对吧？他可以砸锅卖铁给你很多钱，但你好像也无法改变你的态度吧。我的感受就是算了，咱替不了别人。你要在我眼里，我都不觉得这些是事儿，买房子啊，什么去哪城市啊，沿海不沿海啊，那你看重这些吗？那就没办法，是吧？你跟他在一起不会好的。对，现实当然没错，对吧？我也没说现实不好，人和人不一样的。我就觉得，既然现实，那咱们就现实到底。既然现实，就早点分，别想，对吧？大家肯定在一起不会好的，只能分开。哎呀，这啥玩意儿？有的人呢，是吧？是为了爱，有爱就好了，有爱就像他爸爸妈妈说的，有爱嘛，慢慢的一切都会好。那有的朋友呢，比较缺乏安全感，这很正常，是吧？有的朋友比较缺乏安全感。
觉得这个现实，哎呀，没有一个房子不安全。说这个我喜欢的人总想回他老家，我没有安全感，这也很正常，人和人不一样。所以你问刚这个姐们儿是让我给她一个客观的建议，我给不了客观的建议，我只是说从这封信里读出来，就是你这种心态，你俩在一起不会好的。欢迎大家，感谢大家。咱们不指责任何人啊，我们小卖部从来不是说道德的法庭是吧？我们审判不了任何人啊。我是充满道德瑕疵的人，我没有说道德上怎么回事，就是每个人不一样。这个姐们儿她就是需要有这种现实的安全感，当然特别能理解了，对吧？李诞蛋总你好，特别感谢你开这个小卖部让我吃瓜，同时我也学到了好多知识。但是我面对自己的情感问题的时候，我依旧是一团糟，哈哈哈哈，都这样。蛋总，其实我的问题就一句话，就是纠结对象以前的恋爱关系，或者是以前他追过的女的，因为他不删，所以我都看见了。你怎么都看见了？你怎么看见的？他不删，你还都看见了，他是有个分组吗？他拉了个群吗？你怎么看见的？我就不舒服，我不知道该不该让他删。我跟他说了，他就说都是普通朋友，也不聊什么。但我就是不舒服，碍于面子呢，我也不想说了。但是我看到心里真的很不舒服。你咋看见的呀？他有个分组吗？还是怎么会呢？你看着一个两个的合理，这怎么都看见了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我和他在一起以后就把我前任都删了，我就想不通为什么要留着。是想看人家发朋友圈吗？我感觉我都要纠结死了，我得不到答案，我看不爽。我就算他后面他给删了，我也不爽，我还是感觉很生气，很伤心。但咋办？你把他删了吧，你啥也看不见了，是不是能好点？行吗？咱彻底解决好不好？你把这男的删了吧，这不啥也看不见了吗？行不行？做得到吗？做不做得到？姐妹儿能做到吗？做不到吧？看你这样你是做不到哈，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就观察一下自己爱不爱他，他爱不爱你。删不删前任这个事儿吧，在影响你们的感情因子里，应该是排名在30名以后的啊。你先看看那个排名靠前的怎么样，结果前30名都不错，看到第31名说是否删除了前任，没删，不行了，这男的不行了，这男的不行。虽然前30条对我都特别好，什么不行，前30都是啥？前30是个虚数是吧？我们是以3为大，就是说前面有很多更重要的那个可以考虑的事情。删不删前任咋说呢？不是，关键你咋看见的？你看啊，我对象以前的恋爱关系，或者他以前追过的女的，他都不删，然后我都看见了，太厉害了。这仅仅是追求过的，也不是看你咋看着你，而且他是有个分组吧？这怎么看见的？我真好奇啊！那你既然都看见了，你能不能看看他们都聊啥呢？虽然我不鼓励你们看别人手机啊，既然你都看了，你要不干脆看看他们聊啥。如果发现他们确实没聊啥，你心里能不能好受点？如果看着他们确实聊了啥，你是不是也就死心了？你光看着他们没删，你在这儿，我估计以你的性格，你肯定看了，你肯定是点开看了，发现人家没聊啥。你如果发现他们已经聊了啥，你就不至于给我写信说这些。你肯定发现哦，没删，但是好像也没聊啥，小生气，没生成。但是这个气已经到这儿了，气氛已经顶到这儿了，这个气不生不行。我换一个角度生气吧，什么角度呢？我把我前任都删了，你为什么都不删？是不是？就这么个情况，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有一个气要生，有一个气不得不生，跟他删不删前任也没啥大关系了。将来还能找着别的气，就是看看他爱不爱你啊，你爱不爱他，不是个很大的事儿，主要看看他跟他前任对吧，有没有什么新的联系啥的。欢迎大家，感谢各位关注。你好，小助理，有一个小赵老赵的瓜，请问那个女生的 IP 是不是北京，或者她的名字你知道吗？这个小赵好像是我男朋友，前不久和我提分手了，分手的原因就是我发现有一个小孩的妈妈给他送东西，也是学中医的。我上次读这个信的时候，大家还在怀疑是不是编的，什么情况？不知道，没有发生过，我不知道什么小赵老赵。不承认啊！赶紧去把那个直播回放删了，快点！同事，快去把回放删了。没读过这封信啊，不知道，不认识，什么没听说过，说什么呢？不知道，跟我没关系，不是我没念过。头晕，太晕了。朋友介绍打羽毛球认识一个男孩子，喜欢我，开始追求我，非常热情和纯粹，感受到了满满的诚意。当时我正分手，刚刚分手，不太敢开始下一段恋情。他也知道，他说可以等，陪我一起走出失恋。相处了大概2个半月吧，他很好，每天都来我这儿，我们每天见面，也一起出去玩，每周回家几乎都送我，也会接我，来回是要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一直这样，也没有给他名分，但是也发生过亲密的行为。因为这样呢，他默认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但我一直否认。
在他朋友面前也是否认，他觉得没面子。可是我觉得应该要有最后的仪式感才可以，他也一直没有。有一次生气了，生气了，我打电话过去，他啥也没说，就说睡觉了，挂了。我也情绪不太好。第二天他就发个早安和晚安，这样的状况持续了4天，然后就没有任何联系了。断联了1个礼拜多，我去找他，我说想见面，他说觉得没必要，非常冷漠和绝情。我感觉他也受伤了，怕见了面心软，好不容易下个决心。但是我好像意识到我有点喜欢他，我就联系他，短信上发了一段话，类似是表白的话，但是一直没有回复，蛮想联系他，希望他可以见我，但是我又觉得他好像已经不愿意和我联系了，咋办？咋办？哎，咋办？错过了，我刚没念全，他意思就是说，巴拉巴拉巴拉一直相处，在我看来也就是谈恋爱了。然后呢，也有亲密行为，也发生过亲密的行为，除了最后没有突破啊，他说的比较露骨，我就没念。最后什么什么没有突破，然后呢，他就觉得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可是我觉得应该要有最后的仪式感才可以。然后他就这男的整崩溃了呗，他就否定了他们在一起呗，这男的就崩溃了，就早安晚安了。变成楚门的世界了 ，Good noon，Good evening，Good night 了，没突破，就是意思就是啊，就是这还咋说呀？就是反正那男生觉得这不就是谈恋爱吗？然后当着朋友的面肯定是说这我女朋友，然后这个女孩说不是，我不是他女朋友，搁谁崩溃啊？搁谁崩溃？这不是好面的事儿啊，这还不是个面子的事儿，很伤心的，非常伤心，伤心啊，特别伤心，伤心欲绝啊！你要是真的很喜欢他的话，不打羽毛球认识的吗？约人家好好出来打羽毛球吧，重新谈恋爱吧。小赵没念完了，那个就那么多，没咋念呀？就那个信就那一段啊，没啥念的。他就觉得那个小赵老赵那个瓜可能是他的男朋友吧什么的。但我们看不到人家 IP 啊，不知道，看到也不能说呀，都保护隐私啊，别猜了，保护人家隐私，大家就是添个乐就行了。我觉得姐们儿，我认真给你个建议啊，这姐们说，反正现在很冷漠，很绝情。然后这姐们说，我好像意识到了有点喜欢他，短信上发了一段话，类似表白的话，但是一直那男的也没回复。我想联系他，希望他可以见我，但是我又觉得他好像已经不愿意和我联系了。打羽毛球吧啊！从打羽毛球重新开始，发券了，朋友们，还有1分钟发券，重新打羽毛球，重新约会，重新开始。说我现在想跟你谈个恋爱，咱们能不能认识一下？打个羽毛球，我羽毛球打得不行，教我。有时候会被那个情绪影响，虽然我一直在嘻嘻哈哈，但是被影响，我得缓歇一下。教大家一个这个应对情绪，比如你比较敏感，应对情绪的方法。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影响到我的情绪了，你别管它怎么影响的，先别分析，先干点别的事儿，一会儿就好。情绪这个事儿呢，别去想说，我怎么不高兴？我为什么？别细想，先停，先干点别的，别管他你刚是高兴不高兴还是怎么，先停一会儿，一想，没啥事，大部分时候都是没啥事，就过去了。OK 了，接着读信吧，怎么都这么长？读一个别的故事，缓一缓。李大你好，我的问题是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性的朋友，我们每天从早到晚分享生活，分享到放一个屁也想录下来给他听的程度，大概维持了10多年，导致我十分依赖这段稳定的友情关系。我们是彼此最坚定的支持者，可能是我单方面这样认为吧。从今年过年，我们慢慢的开始不联系了，没发生什么大事儿。一开始我觉得可能是他忙，后来确定了他就是不想联系我，慢慢的我也赌气一般的不想联系他。一开始猛的不联系，有点戒断反应，现在好像也习惯了。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彻底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说出来可能很幼稚，如果不是他最好的朋友，那么普通的朋友我也不想做，这样不联系也挺好。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段关系，顺其自然，没啥好处理，关系就是这样的。联系不代表就非得说就不是那个啥啊，有的时候不联系了，可能感情更好了。你还珍惜的话，就不联系一段时间，跟他聊一下，感受一下。现在嘛，没什么好非要联系的，长大了就是长大了。有的时候嘛，不联系不代表说就不是朋友，不相处，那就是没那么多话说了嘛，很正常。哪天相处一下，人对人真实相处一下，感受一下就知道了，藏不住的啊。人对人坐在一起，你就知道哦，好还是不好。但关注你直播也有一段时间了，比起其他姐妹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我的可能平淡一些。太好了，我现在需要一个平淡。我看看有多平淡啊，平平淡淡才是真啊。我今年25岁，是一名留子。
这是一名瘤子，你瘤子前面的量词就别用的这么文绉绉了，还一名瘤子，你就是不是一个瘤子，一坨瘤子，一绺瘤子都行，一名瘤子，你要不就好好说，我是个留学生不也行吗？一名瘤子，现在在加拿大上班，我俩是在小红书认识的，他追了我半年，我们今年2月在一起了，起初一切都很美好啊，但是到6月的时候，他因为签证问题要回国。我们就开始异国恋，在他回国期间，他的工作也遇到了麻烦，同时因为异地的原因，我们经常争吵。6月底的时候，异国了1个月，我和他提了分手，原因是，首先他80%的可能没法再来加拿大了，除非我和他结婚担保他。其次，在他回国以后，我觉得他对我很冷漠，即使工作遇到困难，我询问是否提供帮助，他也经常只是回复一个表情包，十分敷衍。再者就是他嘴上经常说我爱你，非异地期间也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但我当时的直觉总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可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我的理智告诉我分开是正确的，但是在我主动提出分手并删除他的微信以后，我开始疯狂的想念他，我开始梦到他，我忍不住又去小红书找到他，但他不回我。直到今天，我又发疯的去找他，我问他有没有找新的女朋友，他很生气的骂了我。我又问他还回不回加拿大，他说你担保我回吗？我说可以，他说他不相信。之后我又发了一段小作文，内容类似于我知道分手不应该骚扰前任，但我很想他，我控制不住自己。他看完以后就把我小红书拉黑了。平淡，哎呀，平淡，我还差点被你骗了，我是读一封平淡的信嘛，姐妹儿，你不平淡啊？你相当不平淡的一个人啊，姐妹儿。但是他别的平台还没有取关我，微信还保留了我的好友。我发现是因为我情绪上头，想去找他发疯，本打算通过微信验证消息去找他，但我打开微信发现1秒通过好友，我一下就冷静了。蛋总，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我应该把他追回来吗？如果放弃这段感情，我该如何快速走出来啊？主要是他的脸和身材，我太喜欢。我单身这么多年，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颜狗。他有腹肌，有胸肌，脸还好看，太难了。我是老色魔，出蛋总，小白不胜一星王。咱加拿大没人了吗？听说加拿大地广人稀了，咱加拿大再找一个是很费劲是吗？前面啊，听说加拿大是个地广人稀的地儿是吧？你再找一个不行吗？是很费劲是吗？可能是有点费劲吧。我觉得就是因为加拿大找个人有点费劲，尤其你还特别色魔是吧？老色魔，腹肌、胸肌、脸还得好看，还得符合，你肯定是找的比较困难，所以呢，导致你对这个人吧有这个格外的上头，所以你就有点发疯。你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他回加拿大以后就正确了，他不回加拿大怎么都不正确。他80%的可能性没法再去加拿大了，那你要担保他吗？25岁要做这么重大的人生决定吗？不知道啊。你和他结婚担保他吗？你25岁要做这么重大的人生决定吗？不是吧？所以你是不是你好像答案呼之欲出，非常明显了，只能等他真的回到了加拿大，20%的可能回了加拿大，你们再说呗。你现在就只有发疯了，隔着一个太平洋，是吧？伤心太平洋呀，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该清晰。茫茫人海，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心不平，浪不静。一个岛锁住一个人，锁住一个人了，锁住了是吧？等他回来再说吧，不回来你就纯发疯，没用的啊！长得不行，唱的还行。哎呀，说话真客气，唱的也不行，长得不行，唱的还行，行啥呀行？行不行我自己还不知道，那能行吗？但是我不在乎。唱歌是为了快乐，不是为了行。总，这是一个自我的女生被高能量高段位男生几乎宠成巨婴，她被一味的索取累了想分开的故事。我和她是初中同学，哎呀我的妈呀！这个开头我看看啊，后面有没有点大成年人的事儿？有成年人的事儿我再念啊有啊有。我和她是初中同学，一直好哥们儿，高3表白。从比较嫌弃他到他花了很多年让我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就从小青梅竹马，最后成年以后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们结婚了。我的妈，这么快吗？啊，从比较嫌弃他到他花了很多年照顾我关怀我觉得再也遇不到比我对更好的人，所以我们结婚了。在一个自然段里啊，开头是我和他是初中同学，这个自然段的段尾是所以我们结婚了。我们成为了朋友里最早结婚且让很多人羡慕的一对儿。他告诉我好几次，有人也替他高兴。
曾说过，他终于娶到了他的女神。在朋友眼里，我们是婚后也和热恋一样的情侣。恋爱后，我改造了他，我们的外形越来越匹配。他在生活中也受到越来越多女生的青睐。在他眼里，我是怎么样打扮都最美的女孩。他理智、有条理、冷静，我开朗、骄傲、鬼点子多。我一直觉得我们是天生一对，灵魂伴侣。他带给我可以为所欲为的空间感，让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天。热切的感受到我的天，我的天哪，他就是我的天。大哥天，大哥地，大哥能真切的感受到了被人捧在手心里的呵护，被他用尽全力托举的感觉。那还是地是吧？全力托举，不光是天。他照顾我的生活、工作、心理、身体各个方面，他像一个父亲一样照顾我这个小女孩。你们不是同学吗？不是初中同学吗？天哪，我有不好的感觉了，后面还有这么长的呢吗？好担心啊！你不是幸福的结尾吗？我看看开头是不是说不幸的结尾啊？哎呀，好像是不幸福的结尾啊！哎呀，头晕了。我希望是幸福的结尾啊！直到最近，我突然感觉到他对我像对待一个生活搭子一样，没有了我们一直以来的互动，变天了，变天了，天变了。没有了一直以来的互动，变天了，朋友们。开始反常的每天打游戏、玩手机，我随口一句话，他都表现的不耐烦。这样的几天，我坚持不住了，问他怎么了？是不是工作压力大？他说不是。我一直问，他就说跟我在一起好累。那肯定累呀，他要托举你，生活、工作、心理、身体各个方面像父亲一样照顾你。他是天呀，天能不累吗？哎，他说觉得好累，跟我在一起好累，我惊呆了，从来没想过这句话会从他嘴里说出来。也是啊，当不了天别硬当，当个几天天还累了。你看这小女孩多痛苦。她告诉我，以前我不管怎么作，怎么伤她的心，怎么让她心酸，她睡一觉就好了。第二天依旧迷恋我，这次不知道怎么了，调整不过来了，没有那股劲儿了。哎呀，变天了，这真变天了。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和快乐，对父母和他都是不高兴就随时不耐烦，还会乱发脾气。目前结婚8年，婚后前6年，包括恋爱时的3、4年，一直都是他在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从来都忽略他，从没上心过他喜欢吃啥，照顾他的情绪。在这段感情里，我一直忽略了他太多。现在想起来，他其实也释放过红色的警报，但我没在意。他知道我是一个非常随心所欲的人，也一直迁就我。我想做什么，他都听从我的安排，随我的意，导致我一直认为他对这些东西不在意或者没有要求，所以我以为我怎么样都可以。当然那个时候他确实是很爱我的，希望我开心快乐，才会一味的委屈自己迁就我。哎，就写到这儿吗？没了，这信是不是没收集完呀？我伟大的同事，你去看看，这姐们儿应该后面还有话吧？这怎么说？这肯定是变了，但是没说分没分开呀，就到这儿啊。那姐们儿也是伤心了，伤心欲绝了，突然到这儿停了。当然那个时候他确实是很爱我的，希望我开心快乐，才会一味的委屈自己，迁就我。句号，没了，也没说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也没说分开怎么样了，就说这个男生说了一句好累，有后续。你看我同事说等等有后续，你看我就说嘛，这不是个完整的故事啊。在我看来，这男生只是变了一下天，这个天变了，能不能变回去不知道，咱们看看有没有后续啊。后续发给看一眼，哇，又来了很长的后续。事情发生之后，我问了他是不是遇到了比我更有意思的人呢？他说没有。结果之后的1、2天，我就发现了他和他以前大学同学聊得很开心，我没有生气，只是觉得这些情况也是我自己造成的。他想聊吧，就继续聊。他说不要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他就是品行不好。相识、相知、相恋近20年，他怎么会品行不好？我对他可以做到非常的坦诚，我的任何想法和体会都可以告诉他。为什么我都开口问到这里了，他都不承认？这不是骗吗？这些话我后来告诉过他，他有点呆住了，没有回答我。我还意识到，我从来就没有多好，是他给我的爱让我以为我可以无法无天。他对我的好是长达了10几年的亲密关系的捧杀行为，虽然捧杀并不是他本意，而他一味的溺爱让我变成了超级自我、看不见他人和他人需求的人。这段关系我自认主要过错方是我。没有经营好，才导致了现在的局面。我真心想修炼自己，成长起来，不再做巨婴。这2天我做出的改变，看见了他的需求，帮他洗了衣服，让我们的关系偶尔有恢复到以前的感觉。但我有时依然会有隔阂。果然没错，他应该还在继续聊着。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温柔的笑脸。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爱我的人现在想要离开我，并无缝衔接。我看到了一点人性，全在于你在这人心里的分量，以及他想怎么对你。我发现我没有爱人的能力，我连自己也不会爱，一直在向外索取。这么多年的想法和观念都颠覆了。我以为跟我无关的东西，
其实我是其中一员，我错的离谱，我该继续改变，我该挽留他吗？谢谢蛋总，谢谢你的存在。后续他说他不是无缝衔接，就是心里烦，而且知道我很在意这种事，所以随便来个张三李四王五都可以聊一聊。他已经把那个女的删了，那我问他，那他加你怎么办？他说不会同意。这题太超纲了，太长了，又长又超纲。认识了20年，从初中同学到现在结婚8年，不敢换劝了，朋友们，我不敢换劝了，知道吗？20年我真不敢换，这10年呢我已经劝分了是吧？这20年我不敢换劝了，为啥呢？我不是说这个婚姻怎么样，这俩小孩儿你知道吧？他俩是小孩儿，就是从初中开始的小朋友，他们的相处模式是小朋友的相处模式，至少这个女孩是个小孩儿，我怕我话说重了，他这不能乱讲了啊。所以我对你的建议就一个，姐妹儿，你可能现在岁数也不小了，但你还是个小孩，你还是个初中生，你呢要面对一个内心没有长大的初中的自己，你先面对这个自己。第二呢，然后学着长大，你得长大，你先长到这个成熟的年纪了，好吧？咱别用巨婴这种词儿，不用巨婴这种词儿，就是他其实就是小朋友的时候遇到了这么那什么，然后就一直是吧，这样一起长起来，他内心有一个初中的小朋友。你看这个姐妹写的，其实她不是说挺聪明的一个人啊。这个姐妹你看她写的条理清晰啥的，就说明她理智是有的啊，可能就该学的东西她也都学过，但是呢，她总会回到内心被这个初中的这个小朋友给抓住。然后呢，她只要一回到她初中内心的那个小女孩，这个初中的那个小女孩就能抓住那初中的小男孩。她老公也被她抓住，但是两个人成熟的大脑显然觉得不对吧？这两个成熟理智的大脑觉得不得劲儿呀。然后呢，但是他俩的那两个内在那两个初中小孩紧紧的抓着彼此，成长起来啊，成熟起来，成熟起来啊，成熟起来。怎么成熟起来？出去赚钱啊，好好工作，好好工作。然后呢，用你这个现在的自己，跟你这个年纪的男朋友，你俩交流。不要再用初中的你俩交流了，你俩在成熟的层面上交流，看看是在一起还是分开，那是成年人在下决定啊，你们就不能用这个初中小孩的思维下决定。感谢大家，我是推荐，实在两个人成熟不起来，可以这种情况可以两个人一起去看个心理医生了，是可以的。你们这个情况有点太特殊了，你找我呢，我也就是三脚猫的功夫瞎出主意。我建议你们俩呢，可以两个人一起去找一个这种心理医生咨询一下，感受一下啊。好吧，这情况太特殊了，我不敢乱出主意啊，反正我就出一个不会错的主意，你得成熟起来，成熟起来。怎么成熟？对自己负责。考察一个人成熟的第一条标准，能不能对自己负责？你觉得你能对自己负责，你就成熟。显然，刚刚这个姐妹儿时不时的不能对自己负责，对自己负责。什么是对自己负责？啥是对自己负责？怎么对自己负责？问题太大了，但是这个也很好回答吧？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吧？做错就认。什么是爱自己？什么是爱自己？都这么大的问题吗？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就是允许自己不优秀。我说的简单一点，什么是爱自己呢？爱自己就是允许自己有缺点，就是爱自己，是很平静的能接受自己这些事情。比如这个姐妹啊，你看啊，她就说了很多她自己的不好。我给你看，我看看她，你看她怎么说她自己不好，这很不成熟。就是看这个就能看出来很不成熟，他对自己也不是很爱，他对这个都是要求无条件的满足啊，就这个责任感也没有。感谢大家，大家可以互相聊一聊，解答，互相解答。我说的也不一定对，爱自己很难，对，很难，爱自己是很难，爱自己非常非常难，很多人都不会。感谢大家的关注，好吧，接着读吧，咱们别整这么大的话题，读着呢，有合适的机会，咱们是吧，再说一说，讲一讲。这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话题，我只说我自己的感受，分享一下我抓马的故事。我今年25岁，母胎 solo， 年初发现自己差点被暧昧1年大我6岁的同事删了。事发的时候，甚至是我找上门的，正牌的女友拉着我的手，一把抱住我，直呼早就知道我的存在了，很喜欢我，要和我做朋友。哎呀，这就过于成熟啊！这刚一个不成熟，这个太成熟也不行啊！这太成熟啊！事发的时候，正牌女友拉着我的手，一把抱住我，直呼早就知道我的存在，很喜欢我，要和我做朋友。太成熟了也不行啊！懵了呀！3个月后，从另一个同事那里得知，这个男的，咱们暂且称他为传统哥吧，也算是小三啊。
要和我做朋友的正牌女友，咱们称她为死壮姐吧。已婚有娃未离异，孩子只比我小6岁，今年高考。哇，哈哈，3个月后，哎呀，我是听不懂，没听懂吗？我跟你说哈，投稿的是个姑娘，然后呢，喜欢上跟一个大她6岁的同事搞暧昧，突然发现这个大她6岁的男同事有个女朋友。女朋友呢就说，我早就知道你的存在了。过了3个月之后，又才得知，其实那个要做朋友的女朋友呢，还结着婚呢啊，就跟他这个同事谈恋爱还结着婚呢，还有孩子，也没离婚啊。然后孩子比这个要当朋友的这个小姐妹是只小6岁，今年高考，听懂了吗？听懂了吗？很绕，但是也能听懂吗？头晕吗？头晕啊，这真的晕呐！我是22年9月入职现在的公司的，因为当时的疫情原因，天天待在家里很无聊，我和他一起云看世界杯熟了起来。第5次聊天，他就表明了他是单身的身份，并且后续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有女朋友。我还旁敲侧击了多次，问他关系好的同事都觉得他是单身。今年年初大家一起团建，团建结束以后，跟他一起去了他家，他提出留宿，虽然内心有点慌张，还是顺理成章的留下来了。第2天还约了当地另一个同事一起出去玩，去的时候我们在车上还有一些亲昵的动作，包括但不限于牵手摸耳朵。当然我也一直很好奇驾驶座开车的另一个同事有没有看到，结果回程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当时以为是工作上的事情，后来知道了是死壮姐。因为出去玩的时候我把包和围巾忘在了传统哥家，死壮姐突然上门看到了，就打电话问他。等他接完电话再上车，态度180度的大转变，而我仍然觉得是工作上的事。当晚我就回了家，等到第2天睡醒后，传统哥你为什么要管他叫传统哥呢？你也挺幽默啊。第2天睡醒后，传统哥突然给我发消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什么他是要结婚的人了，我是不结婚的人，他妈在催他相亲结婚，觉得对不起我。我说没关系啊，那你相亲呗。他说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不能一边相亲一边还跟我谈恋爱，因此我命名他为传统哥。我说那就以前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就当这个周末什么都没发生吧。因为我确实有把他当做朋友，而他也确实给我提供了很多情绪价值，因为工作上他很多不愉快。结果那天以后他突然开始对我退避三舍装不熟，我直接火冒三丈，很 emo。周5一下班我就坐个高铁去到他家门口给他打电话，得到的答案是他有女朋友，瞒了我很久。我还在说着我不信的时候，2个人就一起出现在了我的面前，然后就出现了开头描述的抓马一幕，并且当晚死壮姐非要拉着我去吃夜宵，然后他拿他手机点餐的时候，刚好传统哥的消息弹了出来，今晚解决了，以后就都不会了。故事到这里结束了。没听懂，还有啥没听懂的呀？很简单啊，这都听不懂啊，没啥听不懂的啊。主人公小红南瓜，主人公有一个男同事，俩人在一起看对眼了啊，好上了，暧昧。他女的打听半天，说这绿南瓜有女朋友吗？有没有？没有，单身是吧？好的，好上了。他俩好上了以后呢，俩人又出去玩，然后呢，这姐们呢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时候有围巾，都放他家了。他呢有女朋友，嘿，女朋友出现了，给打电话说谁的围巾，什么情况？然后他开始跟他编。说我要结婚的，我妈家催我相亲，我不能接受，我是一个有道德感的人，我很传统，我不能相亲的时候还谈恋爱，我们分手吧。这个姐也很凶啊，这个姐说你说分手就分手，打高铁直接到他家门口，到他家门口以后说你人呢，然后他和他就出现了，说对不起，我一直有女朋友。姐们疯了呀，姐们还没想到还有更抓马的，这小黄南瓜一把他抱住，说我早就听说过你，我们可以做朋友，嘿嘿，咱们一起去吃宵夜吧。然后他们俩就去吃宵夜了。吃宵夜呢，扫码点餐，他掏出手机扫码点餐，一点上面弹窗，他在旁边还挺爱看人点啥呢，说挺馋啊，姑娘。俩人吃宵夜我就觉得很离谱了，然后俩人还一起去看点餐，说点啥呢？他一点，他一看，他短信来了，嘣弹出来了。说今天晚上解决了以后我都不会了，意思就是今天聊一聊以后就跟他就是恩断义绝啊。听不懂吗？听懂了吧？很简单的事儿啊。关键是这个南瓜比较厉害啊。这个南瓜除了这个绿南瓜呢，这个色不行，这色一样。哎呀，这南瓜色重复了，这南瓜种类还是不够多啊，这南瓜种类还是少。算了吧，锅巴吧，
就这个南瓜其实家里还有盒锅巴，他家里还有盒锅巴，他已婚，锅巴还有孩子呢，还有牛肉干啊，还有牛肉干，他们是一家三口。本来这就是一家三口，一家三口的情况下呢，他出来跟这个绿南瓜还有点事儿，就比较复杂，但是也能听懂。刚刚提到的产品大家都可以买一下，都是产品不是万达的，都是卖的比较好的产品，听懂了吧？编不出来啊，这不是编不出来，太真了，这咋编呢？编不出来啊，这只能是真的，因为太假，所以只能是真的，能听懂吗？有些故事因为太假，所以只能是真的，听懂了吧？这编不出来，肯定是真的。这个故事里的唯一受害者是这小南瓜，给我来信这个，别伤心了啊，算你倒霉，别伤心了。但是呢，你呢，人生中可以遇到这么精彩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很幸运的啊，看到事物好的一面。虽然很倒霉，但是你想想，从此以后你的人生都有了谈资。80岁的时候给自己的是吧孙子孙女还可以讲这个故事，依然炸裂啊！别太难过。明明锅巴倒霉吗？咱不知道锅巴，咱其实不知道人家夫妻俩是什么状态，咱不能说锅巴倒霉，咱不知道人家俩人是咋商量的啊。锅巴不一定倒霉。锅巴只能说很有可能倒霉，但是锅巴和白南瓜这个儿子肯定是倒霉，你是倒霉啊，但你也不知道，应该长大了别看我这段切片啊，长大看这段切片你头晕死了。孩子有可能能看着，已经高考了，这孩子不是个小孩子了，这孩子已经高考了，有可能能看着。最近高考的朋友在看我直播的话，感谢大家关注。我接着读信了，挺好，这个信给我读精神。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太倒霉了呀，姐妹儿，倒霉啊！这姐们儿其实是个挺果敢的人，挺果敢的啊。周5一下班我就坐高铁去了他家门口。这个有后续，我同事说这封信有后续，我们来看看啊。咱们看看这南瓜的故事，还没讲完啊，他又来信了。我看看这后续怎么个事儿，咱别着急，我同事正在整理，他还有后续，这几个南瓜的事儿啊。收信的号就是这个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你关注他，给他投稿就行了啊。这故事不能再复杂了，再复杂我这没道具了啊。我本来品就不多，我还得给你讲故事，还得都安到人身上去，我这一会儿讲不了了，这故事不能再复杂。好，这姐妹来后续了啊，她的后续。我现在的困惑是，虽然已经过了半年了啊，这事儿已经过去半年了，我也很生气，他骗了我，但我还是会在工作上遇到不愉快的时候想起他，会想到这件事情，我给他说的话，他会怎么回答我，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对他到底是什么感觉，我是不是有病啊？不是啊，你就是遇到了一个工作能力强的绿南瓜。我们也持续暧昧了很久，我在他面前深度剖析过自己，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我对婚姻极度不信任。他当时直言他很理解我，转头呢就把我骗得团团转，说明他理解的很深，他理解你，但他不是同情你。大家别老觉得理解就是同情啊，他很理解你，或者换个词吧，他很了解你，但他不是理解你。小南瓜，他这绿南瓜非常的了解你，但他不是理解你，他装成理解你啊，他把你给了解了，甚至他说他理解我的当下就在欺骗我，对，他是了解你，他不是理解你啊。这可能也是让我最难过的主要原因，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走出来，要怎么样才能走出来。当然，后续此男因为工作重大过失已被公司开除，姐妹们，这个可以接一下。是他都作成这样了，他是得出事啊！工作重大过失被公司开除，那你想到工作上的事儿，你还要问他呀？这人也不靠谱啊！别问了啊，倒霉就完事儿了，倒霉啊，倒霉！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走出来。哎，这么刺激的事儿，想走出来也难啊！哎呀，原来刚刷礼物是个好朋友，没注意，行吧？啊，赶紧走出来了啊！刚刚已经安慰过你一回了，再安慰你一回，碰上这样的事儿呢？倒霉，但是呢也很精彩，丰富了人生经历。以后呢，这个男的不是已经被开除了吗？他不是已经被开除了吗？你好好工作，奋发图强，对吧？做一个好好，这什么色儿？橘子色儿，做一个健康快乐的橘子色儿南瓜。人家就是南瓜色儿啊，你是南瓜本南瓜啊，难怪你这么南瓜色儿啊，做一个好好的南瓜就好了。以后注意安全，没啥事儿，这件事儿千万不要反思啊，你这里头就是纯倒霉啊。小南瓜，你除了倒霉没啥，你就是倒霉，遇到个坏蛋，被他给了解了，然后他利用你的脆弱啥的，没事儿啊，很正常。这种事情会发生的，只是没想到你的这么离谱。投稿，我在哥们儿的纯体育生局上遇见了 Crush
但是那一天我亲了除他以外在场的所有男生，大概15个人以上，20个以下。没亲到他是因为他反应太快了，躲避很及时。我只是单纯的喜欢接吻，吻后以平静的握手收场。啊？什么？单纯的喜欢接吻，接完吻后只以平静的握手收场？怎么做到的呢？15个以上，20个以下，咋亲的呢？上去就是吧唧亲你啊，不好意思啊，哥们儿，握手收场。这样啊？没亲到他是因为他反应太快，及时躲避。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体育项目吗？你是偷偷要参加什么比赛吗？这个有这个接吻竞速赛吗？你要干什么？我的 crush 觉得我是个有趣的疯子。之后几年，我们成为了亲密的异性朋友，能一起出去玩通宵，也能一起吃早饭，靠在彼此的肩膀上小睡。没有考虑更进一步，因为他是男生里的好嫁风，特别招惹异性。他又一碗水端平，我觉得跟他更进一步势必体验感会变得极差。可是前段时间我们一起喝酒，我撩了隔壁桌的一个陌生美少女，随时随地与美好的陌生人搭讪也是我的爱好之一。哎呦，他自称双，向我发起了邀请，遭拒，但我们加了微信。于是他又要了 crush 哥的微信，2次邀请。crush 哥在我面前拒绝了，后续却告诉我他们俩有去约会，再考虑发展。大抵是我要自我安慰吧，我越看那位美少女越觉得她跟我是一挂的呀，至少在过分的热情和疯癫上殊途同归呀，所以我有点见不得他们好啊。我为我这样的心态感到惭愧，我该怎么办呢？又没整明白，这没整明白吗？这还整不明白？奥运会开幕式都白看了，再给你们讲一遍啊！这仨人换了啊，现在他们是新的那个人物角色了。再给你讲一遍啊，这有啥看不懂的？我把上一个角色摇掉，有一个局啊，今天有一个大局，全是体育生。咱们以3为多，3瓶就代表是20来个体育生。20来个体育生来了以后呢，投稿这个姑娘有一个爱好，叫快速亲吻之后握手言和。他当天在这个局上呢，就把这一个20多个体育生就全亲了啊，全亲了。其中独有一位他的 crush 躲过了，说身手比较矫健敏捷，躲过了。男女我是确定的，别捣乱，男女是确定的。躲过了，这是男孩；躲过了，这是女孩。躲过以后呢，他就觉得有点喜欢这1米水，爱上了，觉得这个1米水吧好嫁风啊这那的。但是呢，他又觉得2个人也会一起玩通宵，也会一起吃早餐，还会靠在肩膀上小睡，就关系挺好。但是不想更进一步，因为这个男的他觉得搞一碗水端平这那的，他俩就搞一起出去玩什么的，身手非常好啊，体育生嘛。然后呢，俩人有一天出去一起喝酒，其实大概已经相处几年了，俩人一起喝酒。这个时候呢，旁边来了一个姐们儿，陌生的姐们儿在这儿。她有一个爱好之一呢，是跟陌生美好的人搭讪，就去撩这个女的，说，哎，怎么回事？你是干嘛的？叭叭叭一聊，然后这个女孩说我是双，说咱俩那个就发出个邀约，咱俩那个，她给拒绝了，她说，意思她不是的，她拒绝了。拒绝以后呢，这个姐们儿也是个性格确实很开朗的人啊，说，哎，但是你旁边那个1米水不错，你能把他微信推我吗？他就把1米水微信推他了。完了就向1米水发出个邀约，说那，然后1米水呢，当着他的面给他拒绝了，啊，当着他的面给他拒绝了，听懂了吧？给他拒绝了。然后重点是给我投稿的人远发现，这2个人后来一起出去约会了，然后1米水说考虑再跟他认真发展，然后他说，这个不是跟我一样的小疯疯癫癫小南瓜吗？我们俩不都是一款的吗？疯疯癫癫小南瓜，你跟我不在一起，怎么选择他呢？他现在给我来信说，我觉得我心里有点扭曲了，怎么办呢？我现在看不下去他们，我见不得他们好，听懂了吧？故事讲真好，专业的。我为我这样的心态感到惭愧，我该怎么办？我觉得你这种性格我指导不了呀。我怀疑你现在写这封信，可能你现在已经好了啊，姐妹儿。我觉得以你这风一般、雷电一般的这种性格啊，你简直像一阵风、一场雨一样。我还指导你，你这会儿可能又去那个发掘你的另外的爱好了吧？咱们俩刚认识，光知道你有俩爱好啊，一个是快速接吻后跟人握手，一个爱好是与美好陌生人搭讪。你肯定还有很多爱好啊，我觉得你肯定是去追求自己的爱好了。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办，没啥怎么办呢？不耻下问了。我的刚刚这个风一样的姑娘啊，我觉得你就追随着你的心，
接着做你风一样的人生就好了。你这种风一样的人生就是注意安全，就开开心心的就好了，咋都会行，咋都会好的。但我需要你帮我分析一下局势。哎呦我的天！2年前我有个谈了3年的男友 A 认识了 B， 和 B 保持陌生暧昧的关系啊，和 B 保持暧昧关系，估计又得上道具。我先讲完看看需不需要上道具。2个月以后，后来和 A 一起出国读书了，就没有再和 B 联系。但是我发现 A 和其他，我其实是在发现 A 和其他女生聊天之后，我才去认识 B 的。A 呢，在国外呢是 open 的关系，你知道的，是萨特和波伏娃都没有搞定的关系，所以我和 A 本就所剩无几的感情更是破碎。我回国之后呢，就跟 B 继续联系了。最近呢，我和 B 谈上恋爱了。A 也知道此事，他让我等他回国。他回国之前给我放假，但是我和他说过很多次分手，他不同意。他说他爱我，命都可以给我，但是感情被消耗完了，没有办法，随他去的状态。现在我觉得我也是头脑发热，跟 B 谈。我智性恋，2个人灵魂不共鸣，我又标榜自由女性，而他要规规矩矩，生活又很阿法，演戏太累。但是我和他上周又见了家长，我要如何找契机和 B 分手独美呢？谢谢蛋总。在此我忏悔，人还是要勤勤恳恳、本本分分，不应该任性的发展。又听不懂了，这个听得懂吧？又听不懂了，咋的了今天啊？怎么了，朋友们？天天来我们小卖部怎么了？这是还听不懂了？换点道具吧。行，就它圆乎乎的比较好用，就它吧。来信的人甩一甩啊，把之前的故事甩掉了。来信的人有个男朋友，他俩在一起好着，各种好，嘎嘎好。然后呢，他发现这个男的偷偷的给1米水联系啥的，发微信。他当时做出的反应不是说制止，他当时就去找了另一个男的，他联系暧昧，咔咔好。后来呢，就是出国了，跟他一起出国读书，就跟这个咔咔好就不联系了，就他俩又咔咔好。咔咔好吧，俩人整点那个什么萨特波伏娃整不明白了，整也没整明白，散结束，破碎了，破碎回国以后又咔咔好，续上了，他俩好了，特别好。但是这个时候，这哥们儿原来这哥们儿说不行，现在我还没回国，他还没回国，我还没回国，你跟他先好着，可以好，没事，我不在乎。但是回来之后还得咱俩好。这个姐们儿现在呢，虽然是跟这个在好，但是这个姐们儿说跟他其实也不想嘎嘎好，想独美，想那个画面里只剩他，什么都没有啊，他想独美是这意思。虽然已经跟他见过家长了，但是不重要，要独美。问我咋办？要独美，听得懂吧？不是很复杂啊。有一句英文，我前2天在小红书刷到的，就是我刚看下面有人刷，叫什么 hands of hands laws of laws。这姐妹儿就是岁数也不大，就讲故事。她就是那啥，你想独美有啥难的呀？她现在是甚至跟这个都分不了，就有点优柔寡断嘛。说白了，她跟他都分不了，现在跟他还把家长见了，说想独美，但是又分不了啊。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儿啊！想独美就得分，硬分，嘎嘎分。最残酷的就是俩人都拉黑了，还能找着你了？找不着你了。啥叫分不了？分手需要同意吗？分手是通知啊！你跟他分手不需要他的同意啊，分手就好了。只是看你做的体面不体面，那本质上是不需要他同意的，就看你做的体面不体面一点，最好做的体面一点就行了。精彩啊，一个个的。咱们看看，咱们缓一个吧，读一个职场故事，缓一个吧，好不好？但我完了，我背后骂领导被他知道了。他今天突然找我说他是个直接简单的人，让我说说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我说我从何说起呢？他说我得到了一些反馈。我说什么反馈呢？他说机缘巧合知道的，但也很真实，一些比较激进的评价吧。我说不可能，你具体说说什么样的反馈？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心虚了，因为我确实背后没少说他，但是我上班真的很不爽，我蛐他几句能咋的？我一边骂骂咧咧，我也干活了呀。然后就进入了一些我很讨厌的沟通。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嘴脸，沟通一些两方不认可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就说你这些想法都很基础，比较低阶，这就是我和他无法沟通的地方。我和他说客观问题，他说我态度有问题，不想尝试，工作不积极，没有野心，而且心底给我判断了，就是低阶。我意识到他ego很大，无法沟通，就沉默了，背后蛐放弃抵抗。他说啥我做啥，结果被他发现了，说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关键是这个领导在公司很多年了，这我以后在公司怎么混呢？可是我现在离职的话就没有年终奖了，我忍了1年了就给年终奖，又蛐了一遍。
哎，这回不在背后蛐蛐了，来我们这2万多人直播间蛐蛐来了，真行吧你？忍呗，还能咋的？忍着呗，接着你不都说了为了年终奖吗？姐们儿，我说一句你不爱听的啊，姐们儿，我现在说一句话你肯定不爱听，但你试着听一听。我觉得你这个领导啊能处，咱说不上这个领导好还是不好，但你这个领导能处。你这领导知道你背后骂他很激进的评价，他居然选择的是找你当面要你反馈，你这领导绝对能处。而且我是你就应该当面跟人家好好反馈，你干啥呀？你非得背后蛐蛐他吗？你自己都说了，这领导在公司很多年，你也想混到年终奖，这不还有几个月呢吗？你哪怕是对付应付，你也得跟他当面说一说呀，啊，姐们儿是吧？我觉得你这领导是能处的啊，他肯定有缺点是吧？不然你也不能天天蛐他。但我不知道他缺点是啥，但我只是觉得这事儿做的挺体面。我觉得你这领导这事儿办的挺像样，相反是你是吧？觉得不行，我得背后蛐他，好吧？学着当面沟通，少背后蛐。你要真想背后骂人呢，你来我们这个小卖部，你别跟你同事骂了，不然你这领导是咋知道的呢？你这领导是咋知道你背后蛐人的呢？姐们儿，你肯定在职场吧，你肯定是有点幼稚了、天真了，或者说有点轻信别人了，有点虎吧，然后用东北话说啊，别那么虎啊，成熟一点啊。哎，喜欢蛐人我能理解啊，但是你这你看还让人知道了，这就对吧？这就垮了呀，非常垮，是吧？长教训，至少你以前跟他们一起蛐过领导那几个人，你就少来往啊。蛋总你好，我是小卖部忠实观众，我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靠父母支持和自己努力读完了博士，最近入职了一家小厂上班，听起来还不错，但我并不开心。我觉得我的博士学位并不光彩，我没有做出让自己引以为傲的工作，也没有锻炼出来扎实的技能，仿佛只有一个文凭。新公司的工作我不擅长，不能发挥我的所学，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在哪。最近拿到了国外一所大学的博士后 offer， 但我不知道该不该去。一方面想看看自己科研上还能不能做点什么，又担心自己没有真的实力，再去几年也是浪费时间。另一方面，父母虽然说支持我的决定，但其实非常希望我待在身边，不要离开。之前有过出国读书的经历，不是特别顺利。我也知道国内国外都一样辛苦，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后一次改变命运轨迹的机会。去啊，赶紧去！我不想往后念了。如果留在这个小工厂工作，我可能会渐渐习惯螺丝钉的生活，在相似的工作之间跳来跳去，我不甘心。对，你不甘心啊，赶紧去啊！如果出国深造，可能生活也不一定会变得更好，但是你会甘心。生活不一定会变得更好，但是你会甘心。我还要背负自己对自己和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啊，把期望先放下啊，不要有期望，努力奋斗拼搏，但不要给自己那么多期望。一直以来我都靠自己给自己画的饼，让自己充满干劲。毕业之后发现人生辛苦远超想象，非常好，能有这个认识就已经很好了，已经超越很多人了啊！我好像已经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和目标感。那就赶紧去追求一下吧，你这不还是有吗？再去追求一下就有热情啊！以上是我真实烦恼，如果冒犯到任何人，都是你们是对的。哎呀，姐妹儿太内耗了啊！看你能冒犯到谁呀？啊，赶紧去吧啊！就是不甘心，赶紧去吧，祝福你啊！搏一搏，搏一搏，要搏一搏的，去吧，不要给自己那么多期待。或者我说一句话，你看你能不能理解啊？这是我一个好朋友教我的，向往的生活总导演教我的一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心理上的想法，叫提高期待，降低预期。你要提高自己对出国学习追求自己梦想的期待，但是要降低自己必须取得什么成就的预期，降低自己什么那些诡异的出人头地的想法的预期，但是要提高自己的期待，要想出去很好，要追求自己，努力搏一搏，拼一拼啊！但是不要有那些预期，那谁知道呢？这都是凭运气的事，没做到就没做到了，又怎么样呢？反正你现在也不开心，你还不如出去开心一下，就是这样的。我还有个好朋友说过一句话：永远坚持，随时放弃。有时候听起来矛盾的话，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理。咱们回去念会儿《情情爱爱》了吧。一直以来以一个看客的身份刷你的切片，原来不止我一个人生活这么抓马。我高中的时候喜欢一个男生2年，我们叫他数学哥吧，都挺会起外号现在。因为高中他学习很好，我每次找他问他题，但是呢他不讲题，我基本没听懂过啊，他不是讲题的料啊，就学得很好不会讲啊，我没听懂过。然后毕业的时候我就表白了啊，拉上了我当时的闺蜜榔头姐，因为她的名字很像榔头。但是那时候他把我狠狠拒绝了，我伤心了。后来大家上大学也就没有交集了。去年我研究生快毕业，哇，好久过去了，这一眨眼，这蒙太奇了，这一眨眼，这7、8年、4、5年、5个年过去了。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回家，我们又联系上了。那段时间因为我和刚谈了3年的男朋友分手，这段恋爱我下次再讲吧，也很抓马，所以我们就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见面了。当时还有昂头姐，因为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刚分手，而且也知道我和数学哥之前有点暧昧，所以一直在撮合我俩，尤其是昂头姐撮合的最凶。但是因为我还有毕业论文要写，所以还得回学校。后来回学校这段时间，数学哥就每天找我聊天，居然他给我写个小作文表白了，昂头姐功不可没啊。当时刚开始可能是因为上段感情中受到伤害，所以极其渴望有个人陪我聊天，有点心动。但是后来他的很多观点看法让我很下头，比如说女生不用操心买房买车，找个有钱的男的嫁了，怎么的，类似的观点，我就知道我们其实不合适。当时我还跟昂头姐吐槽，从数学哥表白到最后让我下头的聊天记录，我都发给昂头姐看了。后来我毕业回家约昂头姐出来玩，她每次都找借口不来。后面有一次她出来了，也一直背着我玩手机，我当时就觉得她不会跟我们一个共同好友的谈恋爱了吧？结果昂头姐确实是和数学哥谈恋爱了，最近他们还买了新房，准备结婚了。你说他们会不会邀请我去做主桌呀？从你给人取名昂头姐的时候，我就猜到这个结局了。哪有给自己闺蜜取昂头姐？去啊，必须做主桌，必须去啊，必须去。菜上你必须你先动筷，你先夹。什么男方父母、女方父母，往后上一上，这道狮子头必须我先吃，去啊，必须去，份子钱都不用给，他们还得给你红包呢，对不对？你说这，你跟这个数学哥说，哎，你不是觉得男的这个买车买房的事儿，女生都不用操心，都是你买吗？那想必红包的事儿也不用我来操心，都是你会给我的吧？啊，数学哥，大家相识一场，去吧啊，好好吃一顿。姐妹儿，我觉得你那个这段恋爱也很抓马，下次再讲这段，早点发过来啊！很喜欢你的文笔，喜欢你给别人起外号的这种感觉。再来一封啊！工作中的同事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后，察觉到自己对对方有喜欢的感觉，是生理性的喜欢，很少有这种感觉。对方对我也很特别，提供情绪价值。但是我感觉偏朋友倾向吧。他有女朋友，我单身，因为工作上和公司的纠纷突然离职，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联系对方，也不苛求有感情上发展，但是觉得难得碰到自己喜欢的人，聊聊天相处也挺开心的。但如果对方主动找对方在工作层面，会不会敏感啊？但是也不想完全断了联系。这敏感的是工作层面吗？朋友，这敏感的不是工作层面吧？这敏感的不是他有女朋友吗？怎么主动找他？你觉得工作层面敏感？没啥敏感的，你工作层面找他有啥敏感？新来的朋友，天天看切片的朋友，新来的朋友，把这个完整的关注一下哈。可能看了很久，你都不知道忘了关注了。感谢各位，感谢大家的支持。蛋哥你好，看了好多你的视频，不禁感叹别人怎么都活得这么精彩啊！我怎么清汤寡水呢？我上大学的时候看大家早恋，我说嗨，不感兴趣，那都是大人才干的事儿。我毕业了，不年轻了，看大家恋爱，嗨，这都是小孩子才干的事情。导致我没有什么精彩的感情经历，我好苦恼。我29了，我只在24岁的时候谈过一次恋爱，严格意义来说甚至都算不上。当初选择尝试也是因为朋友一直在劝，那时候我自己也很困惑，到底是我不想谈还是不够胆。选择他公司同事是因为没有交集，分手起来比较方便。最近因为年纪越来越大，总有人问我谈过几次恋爱，我说1次，他们觉得我是被初恋伤到了，所以单身。这对我来说比我没有幽默感还要痛苦，毕竟有的人是有前任。现在有点纠结，要不要再找一个谁谈一次，冲淡大家对我不成熟的印象。其实这么多年来也遇到过2、3个想要发展的，都是工作之后，但无一例外，当我感兴趣的时候，他们就会离职、升职、加薪，仿佛我加个什么 buff。我是单身圣体吗？单身倒没觉得怎么样，我很困惑。我其实挺招人喜欢的，但是我就是觉得身边的人差点意思，怎么人人都能有 crush， 就本宫不能。所以听大家的故事很羡慕大家活生生的生活过得这么精彩。另外，我不明白什么算是爱别人，什么算是被爱。高敏感的我，爱对方就会压缩爱自己的空间，我又不希望爱自己的空间被压缩。那么健康的爱人、爱己、被爱应该是什么样呢？实在是没见过海的人想象不到海啸什么样啊！怎么办呢？我还有机会脱单吗？怎么调理才能跟人一样谈上恋爱呢？一个也行啊，一个也行啊。什么叫一个也行啊？一个就不错了，还一个也行啊，还一个也行啊。这就是又是一个想法多、实践少、理论知识丰富、实操经验为0的朋友，我建议别想了啊！什么那么健康的爱人、爱己、被爱应该是什么样的？别琢磨了啊！爱一下，你哪怕整点那不健康的呢，先爱一下，别在那琢磨了啊！爱己、被爱，先来点不健康的呢，哪怕感受一下，是吧？先谈一谈，随便谈。先谈一谈好吗？贝叶斯公式听过吗？贝叶斯公式听过吗？
随时一直调整变量啊，这个概率你要一直调整，你要一直根据变量调整，你不变，这怎么办？算不出来了。蛋总，我马上结婚了，我和我女朋友是高中认识的，相恋已经7年了。高中之后的大学是异地，异地之后是工作异地，一路磕磕绊绊，好在有足够的感情基础和信任，终于走到了一起。希望蛋总祝福一下我们，祝福小唐，祝福啊，太好了，读到一个开心的，他小唐啊，这小唐啊 ，ID 小唐，祝福你啊，恭喜蛋，我今年30岁，29岁投入创业，没想谈恋爱，现在工作稳定，收入不错，但是过个30岁开始焦虑单身的问题。朋友说我要求很高，我欣赏有才华上进的人，然后我陆陆续续也认识到了一些，但擦不出火花，是我太高要求了吗？我跟我前男友还有联系，虽然他有说复合，但是他的表现经常让我很失望。他平均4、5个小时才回我消息，约吃饭约了1年都没成功见面，约吃饭约了1年都没见面，就别跟他联系了。工作稳定，收入不错，过个30岁开始焦虑单身的问题，不应该呀，怎么会接触不到呢？陆陆续续认识一些人，擦不出火花，是我太高要求了吗？先排除这个啊，先别老觉得自己要求太高，你先多认识认识，我觉得还是样本不够，你先多认识认识。你跟一个你前男友平均4、5小时回你信息的，约吃饭约1年都没回的这么个前男友，你还能联系，说明你要求不高。你肯定要求不高，你要求高的人不是这个表现的，你就是样本量太小，你多认识点人就行，是吧？是不是要求不高？肯定不高呀，要求太低了。还脸，哎呀，这个越短越头晕。我看到一条特别短，念吧，我估计我念了可能对你有点安慰作用。这姐妹就一句话，看的真是人的心情一下又下去了。怀孕5个月被甩了，没领证，办了仪式，对方忘不掉前女友。句号。真头疼，我妈真不想念了，你们也跟着头疼。但是我觉得这姐妹肯定是已经相当绝望了，给我投个稿，至少我们安慰安慰你是吧？没事啊，好好的吧，那就自己能让她尽量经济上有所补偿，尽量让她经济上有所补偿啊，不行嘛，就离这个人远远的，好好工作，好好照顾孩子，还能咋办呢？字儿越大字儿越少事儿越大。底下有一些姐妹也提出别的建议，你可以看看，我只能说我的建议，尽量经济上尽量要有所补偿，真不行，这么整真不行。你可以看看下面人的建议啊，我只说了我的建议。下面这条也很短，但是就读起来就很轻松了。海外游子回国想见初恋男友，可他不肯见我，双方都成家了，想聊聊天而已。是他没放下，还是我太执念？是你太闲了啊！这条就很轻松。你要干什么？海外游子，这位海外游子，住手！海外游子，收手！这位海外游子啊，收手啊！回国想见初恋男友，可他不肯见我，双方都成家了，想聊聊天而已。是他没放下，还是我太执念了？是不是突然觉得世界安静了？你们有没有感觉突然世界安静了？我把散热的关一下，刚刚一直在开那个散热，现在好像也没有死机的迹象，关一会儿，安静一会儿咱们。我有一个喜欢了3、4年的男生，但是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没有可能。为什么？首先，他以往会青睐的女生都是那种都市淑女风，而我走天然呆元气风。这是你自己选的吗？他以往会青睐的女生都是那种都市淑女风，而我走天然呆元气风。这是你自己选的吗，姐妹？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线，时尚路线，还是说这种能走吗？这天然呆这玩意儿能走吗？这天然呆不是天然呆吗？天然不呆怎么呆呢？那不就是天然呆吗？是你自己走的天然呆风吗？我不想为他改变自己，更何况风格可改，有一个客观事实没法改变，就是年龄啊，他比我大6岁，恰恰呢，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讲究的家庭，我跟他犯6冲，这是什么地方的习俗？我跟他犯6冲，想必是不会被认可的。啥意思啊？大6岁不能在一起，有这哪个地方的？这是朋友们，广东啊，有这说法啊，江浙也有啊。差6岁不行啊，大6岁小6岁相克，有这说法，没听说过，长知识了，太好了，这读信还真长知识。这些年我为了调理自己的爱而不得，一直在跟一些和他相似的男生谈恋爱，其中有一个跟他最像，大概达到了80%。不像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我的 crush 单纯，所以我也没和他谈。认识2年嘛，就保持着偶尔约出来一下的关系。可能是人反而会更信任没那么亲近的人吧。带川哥也是我身边为数不多知道我少女心事的人。
代餐哥，最近代餐哥突然劝我说3、4年了就放下吧，他一直很喜欢我，说咱们谈个爱吧。我觉得他们相似度确实太高了，如果跟代餐哥谈，或许真的意味着我要和我的 crush 说再见了。但是我又怕代餐哥给我扎了，我白白做这么大牺牲怎么办？你牺牲啥了，这位天然呆？你牺牲啥了，这位天然呆？我现在相信你是自己选择走天然呆的路线。你牺牲啥了？你这位天然呆，你好好的行不行啊？咱以后就代餐，咱代餐就当正餐，忘了正餐行吗？啥意思？这正餐一口没吃，但是要保留一个可能性，是这意思吗？说这正餐我是吃不着了，但是这图片我得看着，哎，是这意思吗？你牺牲啥了？你俩也没在一起，你有啥好牺牲的呀？你忘了吧，赶紧，你自己也觉得没戏。这个正餐哥，那不一口没吃吗？啊，那不就是个图片吗？大众点评啥的，你也不知道他本人真实啥样，这不没谈吗？就看看图片，万一去一看是刷的呢，咋办呢？这代餐是扎扎实实相处了3、4年，完了你不行，就喜欢那个看不着摸不着，看不着看得着摸不着的，不喜欢这个身边相处过的，是这意思吧？我没分析错。你好，蛋蛋哥，我是一名普通的27岁的女生，我想跟你分享我平淡生活里的蝴蝶。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不知道为什么。平淡生活里的蝴蝶，我的平淡生活里只有知了猴，你的平淡生活里有蝴蝶。我看看什么蝴蝶，有蝴蝶能平淡吗？我已经开始害怕了啊！我和男友在一起6年了，从一开始满眼都是彼此，到现在日渐平淡。我为了他做出了人生目前为止第一重大选择，放弃国外稳定工作回家了。他的家境确实比我好太多了，所以这其实是一部险棋。第1章，恭迎少奶奶兵行险棋回国。回国前，双方出现了一点小严重的问题，最后还是为爱奔赴。回来之后啊，发生了几件事使我对他的信任感缺失了，全部都是他男女交往中没有边界感的事，真的很过分，我不想展开说。但是我发现自己连生气流泪都做不到，只有麻木。我们已是生活中的好伴侣，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只有我在永远注视他。于是近期我在自己的城市打开了社交软件，蝴蝶要上场了是吧？近期在自己城市打开了社交软件，蝴蝶要从社交软件里飞出来了，是不是？我想着泄愤，但谁成想面基的第一位男嘉宾，我们就疯狂的喜欢上了对方，一点都不意外啊！谁能成想？我想到了啊，还谁成想？我想到了啊，我已经想到了，肯定也有很多人想到了啊。疯狂的喜欢上对方，可我深知我俩不可能也不适合。还有1个月我就要回到男友的城市和他一起生活。每次见到新的男嘉宾，我都很伤感。我就是那种买一支笔就会想到他用完的时刻的人。我非常喜欢他，但我又真的没法和他有结果。这一点我也和他说清楚了，他也很理智、很克制、很尊重我。李戴老师，你这里可以作为我的树洞，我只是表达惋惜。通过和男友长期的恋爱，我以为我早就不会心动，接受现实，准备成为一名努力工作的家庭妇女。这个夏天，我真的很感谢我遇到的新的男嘉宾。原来我的血液是活的。男嘉宾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循环播放陶喆的歌，最后就放一句我最爱的歌词吧：每次一见到你，心里好平静，就像一只蝴蝶飞过废墟。谢谢你成为我平淡生活里的蝴蝶。哦，还是有典故的，引用的是陶喆老师的一句歌词啊。我还是会和男友结婚的，循规蹈矩。他也是很好的人，但可能只是没那么喜欢我，我也一样。蝴蝶就成为这个夏天的秘密吧。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也许你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把你发给李丹妮。唱着呢，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不能忘记你，压心底啊！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哎呀，姐妹儿，感谢你的信任啊，拿我当树洞，我呢就稍微开玩笑嘛，不是取笑你啊，别往心里去了。你既然自己都说了，蝴蝶是这个夏天的秘密，笑一笑，让这个秘密过去吧，啊。还能说啥呢？我还能说啥呢？笑一笑吧，只能是一笑而过了，朋友们，哎，只能是一笑而过呀，没有办法呀。蛋总，我的故事不是很离谱啊，这挺好啊，不用解释。我们不是说希望都是离谱的故事啊，这离谱多头挺晕的。但是我这个人有点小癖好，我喜欢吃回头草。我2个月前刚跟前男友分手那天早晨，我突然上头，我说要分手，我不喜欢他。
晚上约会结束了就说分手吧，但第2天就后悔了。我想亲嘴了，但一想他在我分手后说看你，我就觉得自己如果说分手，他保不齐会跟我说随你。我感觉他不喜欢我，只是想谈恋爱。后来就一直断联了1个月，前几天还时不时想他，跟他联系了4、5次，聊点有的没的，他也没有发给我。但是他每次回信息都很积极，有时还会发朋友圈互动，所以我有点摸不清他的态度。前2天还问我当时分手的原因，然后也说当时说看你是因为他嘴硬，所以我有点摸不清他对我的态度。但我知道我谈恋爱态度有问题，如果真的复合，我可能也不太好，谈不好。我之前的前男友我不喜欢他，在一起因为他告白当下我不好拒绝，马上就分了。人一分手呢，突然就喜欢了，但人家一求复合呢，我就不喜欢了。所以有时候也摸不清我是不是真的想跟我前男友复合啊，不想。但我确实还是喜欢他的，哎，想亲嘴了，你自己不是说了吗？只是没有很多，对，只到亲嘴嘛，肯定没有很多嘛。最近让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这个前男友前2天主动联系我，是为了借钱，但数目不大，我确实不太懂他的心理。借吧，数目不大，我推荐你借给他，借一回你就知道了，以后你就知道他们的心理了。借一下啊。这怎么还有这么一条？男朋友不洗澡怎么办？没头没尾的，就一句男朋友不洗澡怎么办？这只能分手了，你怎么忍呢？还是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分啊，还能怎么办？买个水管呲他，你不分呗？不洗澡怎么办？分呗。abandon him 是吧？我看有人说abandon him 啊，老公爱拉屎怎么办？那也不行啊，这要求过分了啊！这是什么问题啊？这底下姐们还老公这什么问题？嫉妒啊！但我老公和他女同事经常聊天，几年前我就说过他，但是由于我本人不喜欢看对方手机，对他关注也比较少，我一直都觉得成年人管好自己比管好对方重要，并且我把他也想得比较好，觉得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所以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可能是我这个人太大度了，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几天休假，我们一家3口出来玩，他女同事还给他发信息，他也提到了2次这个女生的名字，我就有点不舒服了。我说什么意思呀？平时你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就休假这几天还在连线，就这么依依不舍吗？并且这个女的她老公并且这个女的老公也是他们单位的，也就是说他们3个人在一个单位。他让我看聊天记录，我不想看，但我还是划拉了一下日期，基本上每天都在联系。除了说工作嘛，还会经常分享生活。女的过生日，我老公也会转红包。女的过生日，我老公也会转红包。虽然看了一下金额只有88，女的还没收。女的职位没有我老公高，工作中需要我老公协助，偶尔会给我老公买一些茶具什么的。这个女生和她老公没孩子，我和我老公有一个10岁的孩子。这几天我和她说了2次了，我说你们呀，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她说聊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嘛，没有营养的。2个人聊天难道必须都是知识点才可以聊吗？这就有点抬杠了啊！你老公这句话回的非常没有水平啊，有点抬杠的意思了。他的工作吧，目前看来比我的好，不知道要怎么办。不能说生气吧，但是挺无语。我感觉也不能话都说的太难听，还得给自己留点余地。目前我已经告诉我爸妈了，他爸妈那边呢，我本来关系也不好，咋办呢？我想听听你的观点。4个人吃顿饭吧，你真能听我的观点吗？4个人一起吃顿饭，感受一下。行就行，不行拉倒。你们听得进去吗？我认真的。你们4个人吃顿饭，哪4个人？她跟她老公，那女的和她老公，这很正常吧？这很正常呀。4个人都是同事，他们仨都是同事，带自己老婆吃个饭怎么了？4个人面对面坐下来吃个饭，看一看眉间的颜色，看一看脸色，看一看眉飞色舞的感觉，你自己看一看，都成年人了，你看一看不就看出来了吗？可能就是没事儿，有可能啊，可能就是没事儿，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4个人一起吃顿饭。那女的有老公，那女的老公是他们同事，真的，4个人一起吃顿饭，真的，相信我，别带孩子了，别带孩子，就你们4个，别带孩子了。谁买单？看吃的怎么样嘛？谁买单就不知道了，看最后吃的怎么样就知道谁买单了。我认真的啊，姐妹儿，这很正常，这很正常，就交往嘛，是吧？看你们关系也挺好的，是吧？那咱们认识认识呗，一起吃个饭。她老公如果拒绝组局，那也是个答案，这不就有答案了吗？你心里没鬼，你有什么好拒绝的呢？这怎么了呢？吃顿饭咋了？你不吃饭呢？一天有3顿饭的份额，总要给他填满的，对吧？感谢大家，欢迎大家啊！你们不睡，我也不睡，来，no，涨，哈哈哈。但我昨晚做了一个梦，说来有点害羞，梦到我跟一个女生亲了，感觉还挺好。我没有看清她的脸，但是手感是肉嘟嘟的，我确定就是她，她是我好朋友，1周不见也得见个3、4次。周末如果在城市里的话，一整天都待在一起，逛街、遛狗、游泳、吐槽男的。当然了，还会有其他的朋友在一起。
这时候我们俩都会小心翼翼的，不想让朋友看出来点什么，但我还是会忍不住的看向他。有时候我也能感觉到他看向我的那种炙热的爱意。你们把我想的太全面了啊，姐妹儿，这怎么会以为我能懂这件事呢？你们把我想的太全面了啊！你怎么会觉得我能懂这件事呢？太超纲了啊！这太超纲了啊！我有时候也能感觉到他看向我的那种炙热的爱意。我时常恨自己窝囊胆小，不能光明正大的看他回应他。蛋蛋，我该怎么办呢？我心里就像住着两个我在打架，传统的我和叛逆的我。我该不该勇敢一次呀，蛋蛋？而且我在担心是不是我会错意了，他对我并没有那个意思，或者说我勇敢了，而他有所顾虑，不能接受这段感情。蛋蛋，我该怎么办呀？自从做了那个梦，我一整天都在想这个事儿。今晚我们还要一起遛狗，我该不该有所行动呀？冲吧，该不该有所行动？你说我昨天梦见你了，我教你，手把手教你一回，别遛狗，然后突然说，哎，不经意的那种，遛着狗说，哎，昨天梦着你了。他肯定会说，哎，那你梦到啥了呢？你说我真不能说。你说他肯定说，哎，怎么有什么不能说的呀？怎么了呀？你说我给你演一遍，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能说了。太全面了，对吧？还是太全面。我确实还是低估自己了，还是太全面了。敢不敢学啊？敢学吗？不知道啊。没事儿，可以不用这么激进的方法，你好好跟人家表白就行了。我喜欢你。给你个温和版本吧，这可能有点太猛了。一周不见也要见3、4次嘛。遛狗之前还要一起遛狗嘛？遛狗之前给他发个微信，说今天有事儿。你说我今天有事儿，不能跟你一起遛狗。他说啥事儿？你说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有点不敢见你。他说啥梦？咋了呀？别见面啊，微信上聊就行了。就是那个什么的，比较温和的版本。你说，你看咱俩现在关系这么好，一周不见面嘛，也要见个3、4次的。周末还天天在一起，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相处变得尴尬了，这一周我该怎么过呢？开始聊是吧？就聊这些话题，就这个话题展开聊就行了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会不会有一天不再这样频繁的见面？你猜猜我们会，你觉得我们会因为什么友情变得不好呢？聊聊这些，聊着聊着就往那上拐去了，什么就拐过去了，很容易的，好吧？2个版本自己选吧，自己看着吧。第二个这个温和一点吧。这聊一聊很容易，其实这个对方也对他挺有意思的。我看他这个描述是不是说单方面啊，对方也是挺有意思，我才会出这种主意啊。所以聊着聊着，可能你自己都没就这话题自然就拐上。但你给我讲讲男人谈恋爱以后都有哪些变化吧。我跟你说说我老公啊，你帮我客观分析分析，你看看他像不像谈恋爱了？我发现苗头不对呀。我发现苗头不对的时候，已经到了减肥健身这一步了。一个40岁的老爷们儿。用了不到2个月，就从180斤瘦到了165斤。他瘦下来以后又去烫了头发，日渐稀少的头发确实显得有那么一丢蓬松，人也变得容光焕发了。中间还有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比如他买衣服、买游戏机什么的。买游戏机跟谈恋爱应该没关系啊。直到前天发生的事情太夸张了，他竟然要求和我一起去打针。妈呀，我一直以为在我家只有我这张脸才值得青春永驻，现在他也要拥抱青春。蛋，福尔摩蛋，你帮我分析分析，他是不是谈恋爱了？他买游戏机了就没事儿啊。这里面要是没有发生买游戏机这件事，可能买游戏机的问题不大啊。今天那个黑神话悟空发售了，你可能就发现他健身什么的、减肥什么弄脸全都荒废了。你再观察他一段时间，如果这两天如果黑神话悟空发售这2天，他居然没有用一切时间玩这个游戏，那就是保证出事了。他如果用了一切时间玩这个游戏，那就应该大概率没啥事。对方也喜欢玩游戏，黑神话悟空是个单机游戏，对吧？我说的就是这一个游戏啊，姐妹儿，你就看他是不是就玩这一个游戏啊。如果是这个，就问题不大，别害怕，别慌，可能有点中年危机，有点慌啊。他是有点那个，确实有点胖，是吧？180斤，可能是觉得不健康啊。别想那些，烫头，做脸，有可能中年危机啊。你先观察这个黑神话悟空玩的怎么样，是吧？有可能是要直面天命了啊，不是谈恋爱，是直面天命。这2天所有人都在直面天命啊，很有可能是直面天命去。我玩吗？我太笨了，我得等我弟帮我弄一弄，就是各种那个，我都弄没明白，我手太笨了，但我肯定是要支持一下啊，先闷头买一个支持一下，玩不玩再说。我手太笨了，确实。我可能最后就是看别人玩了。直面天命是什么意思？嗨，就是那个黑神话悟空的广告，8月20日直面天命，
就上线了。但真诚的希望我的信有缘分被读到，希望我的故事能给大家带来连接，也希望能受到蛋总的启发。我跟我男朋友目前谈2年，同居1年，我们认真努力经营爱情。我们2个还在进行的课题是关于异性朋友边界和结婚的事儿。先说异性朋友吧，刚在一起几个月，我发现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女生朋友，那个女生也有男朋友，但是她跟我男朋友的情感亲密是那种每天问候无话不谈，经常要见面的程度，彼此排忧解难。在我看来过度暧昧，慢慢我感受到爱情被侵占，极其不舒服。2个人沟通后，男朋友在群里说希望以后4个人一起玩，我们需要这样的边界，让我跟我女朋友感到安心，互相信任。后来因为那个女生朋友不接受，觉得是我们之间的信任问题让她失去了一个朋友。这事儿的结局就是男朋友跟女生断联了1年了。我男朋友对失去朋友有些伤感，但也接受了。通过这件事情，我深深的体会到了人因为背景经历不同，对异性边界的定义和感知完全不同。好吧，在事情发生后1年多，我感到边界的问题变好了，我也要放下过去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吧。如果我把这件事说给很多朋友听，我能想象大多数朋友都会让我分手吧，包括我自己，至今也很难相信纯朋友能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但现在的我也知道，亲密关系里既然无法改变一个人的认知，就要多看事实，积累感受，求同存异。蛋总，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对吗？对，少看点书啊，书看多了。第2件事情是结婚的事儿。我还有5个月就30了，我男朋友比我小3岁，在这个年纪遇到一个互相真诚的人，好想结婚。我们聊过，在这个阶段都想结婚。他觉得我们还可以再了解一些，多相处，更好的沟通，并且也明白我想在30岁之前结婚的愿望。我知道我也不想要催来的求婚，但是我自己平时总是情不自禁的想结婚多好呀，能跟自己相爱，了解彼此。本身人很好，知道合作契约精神的人结婚是多么幸福，真的会发生吗？有一种求不得的感觉，对未知不确定的无奈。蛋总，我觉得自己算是很理性的人了，但是人还是有感性的一面，是不是如果不接受就只能自寻烦恼了？是的，你这男朋友挺好，别着急，你别想结婚的事儿，可能他突然就求婚了，你天天想呢，他会感觉到那种被迫的感觉。蛋总你好，这是我和前夫哥纠缠的第14年。哎呦，我们从小学就认识，我们初中的时候谈过一次，大学的时候谈过一次，我都被甩了。我年轻的时候比较看外貌，我不太能接受都是他甩的人家，2次都是我甩的他，不太能接受他逐渐堕落成200斤的胖子，每天也没有上进心。后来我找了一个帅哥，软饭天天吃，绿帽天天戴，然后我就分手了。前夫哥也没闲着，他也有新的女朋友，但是也分手了。终于有一天，我们又联络在了一起。大家都长大了，他变了，变得感情不再是他生活里重要的角色，变得面对我再也没有那份坚定和耐心。我呢，不再追求那种短暂轰轰烈烈的感情带来的刺激感。哎，可能是原来的他在我的心里分数太高了。高嘛？你说人家200斤大胖子，怎么就高了？导致我对现在的他很失望。我们无论怎么相处，都没有那份爱的激情，却有一种结婚10年的老夫妻的感觉。他不想让任何人影响到他的生活，掌控他的情绪，却依然跟我保持联系。在这之后，我们一直以朋友的名义吃饭，见他的朋友，偶尔喝酒后会牵一下手，第2天恢复如常，谁也不提。后来我出国留学了，他会出现在我的各大社交平台评论区，并且保持着喝多了会给对方打电话说最近遇到不开心开心的事的习惯，然后第2天消失。我每一次回国他都会来找我，偶尔会去对方家里和父母吃饭。平常他对我的照顾超越了普通朋友，但又没到爱人。其实我一直在内耗，我也分不清我对他是不是爱，但他总能给我一种依赖感和依靠感。这种感觉是这些年来任何一个新出现的人给不了我的。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问他也不说，后来我也不问了。蛋蛋，我现在该怎么办？好烦，烦的点是啥？烦的点是什么？烦的点是啥？这有啥好内耗的啊？你俩也没在一起，这不就是个哥们儿吗？在我看来就是个哥们儿，经常还见父母，一起吃饭，但是也就是这样了。回国接你一下，你自己又说不喜欢他，你有啥好烦的？当哥们儿处呗，这不就是哥们儿吗？当哥们儿处吧啊！想啥了？你不喜欢你又说这嫌人家，左嫌人家右嫌人家的。人家不猛烈的追求你呗，是不是烦这个？是不是很烦你的前夫哥没有猛烈的追求你，没有撕心裂肺的爱你，导致你觉得很烦？那咋办？我给你发功，曾经那个200斤的前夫哥，快去爱他，发个疯一样的爱他。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
你烦啥呀？嫌人家不够，哎，烦啥呀？你能改变人家什么心理呢？是吧？过好自己的日子啊。但小时候就听过一句话：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我们小卖部应该毁了一些了已经。但我和我前男友被生生拆开了。男朋友大我4岁，不是我拆的吧？不是啊，应该不是我拆。男朋友大我4岁，我俩相亲认识，当时我就相了他一个人，但是当时他父母给我安排了好几个，我家条件一般吧。啊，不是，他父母给他安排了好几个，对，我就说了，当时我相了他一个人，他相了好几个啊。我家条件一般，反正就是看着家里原因吧，他父母觉得另外一个女老师的条件更好，于是起初我俩联系的时候，他父母就不同意，想让他跟另一位女老师在一起。起初我不知道他父母不同意，见面2个月后，他跟我告白，我俩在一起，我还沾沾自喜，以为父母都同意，以为爱情轮到我了。半个月后给他过生日，带我和他朋友吃饭，他喝多了把手表摘下来让我拿着，我没有用过苹果手表，摆弄着玩，才发现他和之前那个相亲的女老师一直有联系。但是我是恋爱脑，我上头，我看见我觉得无所谓，以后删了就行了，后续怎么样我就没管，然后一直在一起。他父母一直不同意，至于为啥不同意呢？就是他父母觉得我们家条件一般，我也一般，于是他父母怎么评价以及评价我的，评价我们家的，他都会把原话传到我耳朵里，然后他不做任何抵抗，因为他的工作、车子、房子都是家里给安排的，离了家给活不了。他不会放弃他父母给他的条件和我在一起，就这么过了3年，逢年过节我都给他父母买礼物，愣是没见过面。后来他跟我提分手了，他说他爷爷得了癌症的爷爷催他了，不出1周他就官宣了。他跟我断崖式断联后，把我无缝衔接，让我怀在自我怀疑里。就是比如说咱们在街上走路，走着走着呢，过来个人不认识，把我打了一顿。把我打了一顿以后呢，我报警，我会反思自己太欠打了吗？我肯定是说这个打人的有病是吧？把他抓起来。那这个有什么区别呢？你相亲认识了一个男的，这个男的我就不说脏话了是吧？这不是什么好东西。好了，他把你一顿揍，你这个结尾是啥意思呢？让我活在自我怀疑里。你在怀疑什么？你在自我怀疑啥啊？你能不能这么思考问题？你想想是不是一个道理？你跟这个男的不相亲的话，是不是也不认识？就是陌生人。你敢时间短一点，你敢时间长一点。我刚举那个例子就是短一点，在大街上让人揍了一顿，你会自我怀疑吗？你这个不就是在大街上认识一个人，隔个3个月被他揍了一顿，你就自我怀疑了？你更不应该自我怀疑了，是吧？姐妹，还宁拆10座庙，不毁一桩婚，赶紧毁啊！我专门毁婚的啊，赶紧毁！啥玩意儿？还我和我前男友生生的就被拆开了，谁呀？什么被拆开的？他拆的哈！你跟你前男友没有被拆开，你前男友亲手拆的，自己拆的啊！醒一醒，清醒一点，还搁那被拆开？谁拆了？他自己拆的，没有婚，还宁拆10座庙，不毁一桩婚，不会有婚的，你俩怎么婚啊？你前男友自己拆的，你醒醒啊！逢年过节给他父母都买啥礼物了？有特别贵重的吗？有特别贵重让他给退回来啊，有特别贵重的让他给退回来啊，没有特别贵重就算了。说话只能凶一点了，是吧？他们在一起挺久的，肯定是很喜欢他这个前男友，很喜欢这个前男友呢，眼睛就被遮蔽了，就不知道他这个前男友怎么回事了。其实你外人一看，这不是清楚明了吗？你这个前男友要是真的爱你，这谁能拆得了，是吧？跟你一分手，不出1周就官宣了啊！出去读点别的，离开这个情情爱爱一会儿，头晕，哎。你好，小蛋，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因为今年年初跟他说不能再用我身份证来用作开跨境电商店铺，而且不能再用我自己公司来做他的另外一个跨境电商的店铺的时候，背景我朋友是做跨境电商，我听得懂，你拿我当弱智呢是吗？这话说2个跨境电商，还给我括弧背景，我朋友是做跨境电商的，那不然呢？我说我读个不是情情爱爱的，你倒好，我当大傻子。他要当大傻子，对的。哎呀，他需要不同的身份证和公司来注册店铺，一个店铺已经足够，但是他就想多开几个，所以在我拒绝他们之前，差不多用了1年我的身份证。今年我就叫他们不要再用了，说了已经给足够的时间让他去处理了，但是朋友似乎很不开心，还说为什么不早点跟他说，弄得事情这么麻烦。我想着以后他们做大做强了，用我名字，万一也有经济利益纠纷就不好。后来因为这个事情闹翻，大家也没有联系了。直到最近我出差美国，看见他发了个朋友圈，然后我后面也发了一个，谁知道过了1天再进去，他朋友圈的时候发现已经把我屏蔽了，瞬时间破防了，哭了一场。觉得要做的这么绝吗？毕竟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人没拿你当朋友啊，拿你当的是身份证提供者啊！别想了，要做的这么绝吗？还这么多年好朋友，你就是身份证提供者啊！
恭喜你啊！这以后这还不一定出啥事儿了，挺好的，停在这一步挺好。啊，恭喜你！这你还再跟他处几年，还不一定出啥事儿呢啊，挺好。推荐你找人查一查你的身份证有没有被用来注册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查一查啊，调查一下。别过几年给自己一个惊喜，查一查自己的身份有没有被用来注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查查去啊。这怎么查？找律师啊。国外我不了解啊，国内是容易查的，国外我不懂，总归是能查的。找律师应该就可以了。这法律专业我就不瞎说了，但肯定是可以的。我想问一个关于写作的问题。好的，太清新了，这一天天的，我一天这如坠深渊的。来个清新的问题，我看看写作怎么了，碰上什么难事了？这可是天大的事儿啊！写作遇到什么困难了？我的妈呀，赶紧给你解决。我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写作文的强手，写作对自己来说，既是和自己对话排解孤独的方式，也是让别人看到我的途径，甚至某些得奖或者高分时刻也满足我的虚荣。到了大学本科阶段，我跟同学办社交媒体分享自己写的东西，跟周围的朋友通过文字进行互动，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可是到了研究生，尤其是博士阶段，我觉得自己完全干涸了。在需要用英文写科技论文的生活里，我的写作变得越来越生涩，情感也不再丰沛了。更要命的是，由于导师经常挑剔我的论文写作，我非常痛苦，我对文字本身就产生了一定的恐惧和抗拒。虽然我知道文学写作和论文是两码事，此外考虑到网络环境，社交媒体也不能让我安心分享我的写作。目前我依然需要一个表达自己的途径，所以我还是想继续写作。请问我该如何重新开始文学性写作，并克服写作本身带来的倦怠感，以及我应该如何优雅的分享我写作的内容，跟这个世界产生更多的连接？谢谢，祝你生活愉快，有好酒喝，喝得痛快。其实我国的主要文学杂志都还在啊，你自己不看，你可能忘了，都还在，给他们投稿，这很简单。找一些文学杂志给他投稿，那是一个很安定、很踏实的感受，哪怕被拒稿，到处都有。真的喜欢写是拦不住的。当然你好，喜欢你很多年，最近一直看你直播，今天呢听了1个半小时我都没睡着，我必须给你投稿了。我的烦恼没有那么狗血，就是一直单身，加上找不到工作，又马上27岁的焦虑。我今年26，我在18岁的时候谈过一段2-3年的恋爱，之后一直单身。其实我长得也不丑啊，甚至算是小美啊，我也是那个是吧？我就别小帅了，不合适了。我的性格在义和爱中摇摆，整体更偏爱一点，朋友评价也还行吧。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身边很少有人对我表达好感，我也主动尝试过向人表达，相处到最后往往是还没开始就以甚至决裂的方式结束。可能是我面对感情太过拘谨，不够自我，搞得最后双方都很累。从小到大喜欢我的没有，我喜欢的不超过5个，每个都没有结果。感觉正常情况下，一个女孩子不论性格长相如何，总得有几个追求者吧。而我实在想不出我哪方面不行啊，却真的一个喜欢我的都没碰到过，感觉自己异于常人的同时也深深困扰。问朋友嘛，也是说缘分没到。我今年26，后面怎么这么长？后面是工作的问题了，是不是？哇，后面是很长的一个工作的问题，就是考研什么的。但是他最后这个姐们的收尾是就说考试考研怎么样。最近在想要不要在考试的时候多跟有眼缘的男生搭讪，但是每次去考试大家都灰头土脸，无心打扮。我对这样状态的自己不够自信，不敢主动出击，也很少看到合眼缘的男生。加上工作的城市单位不确定的话，很难通过相亲的方式去认识与自己条件相当的异性。我感觉要一直单身下去，从20岁到26岁，我把自己最年轻最美丽的大好时光完全浪费掉了。别这么想啊，别这么想啊！翻过年我就要27了，一边在焦虑工作，再不确定下来，27岁我在相亲市场上不占优势，很难拥有一个条件合适的结婚对象，一边又真的担心自己最后会嫁给一个比我大好多的老头。但我真的很不甘心这辈子没有谈过一个帅哥，也很不甘心白白放任自己一天天青春渐逝。谢谢蛋总，给我点意见吧。咋了呀？这我不太了解相亲市场，咋了？这27咋了？27就咋了呢？27就不占优势了，咋了呀？这是姐们儿，我感觉你这个生活吧，我该怎么说呢？我感觉学生气比较重啊，好吧，你先走入社会一下，感受一下社会是啥样的，可能你的想法一下就变了。我觉得你没有离开过校园，我看来看去还在想着考试什么这些事儿。但考试没什么错啊，但是你是不是学校给他考试了哈？不一样了哈，学生气太重了。往社会给走一走，你就会发现好精彩。27岁人生甚至刚刚开始是吧？不接受没有谈过帅哥的人生。哎呀
27，我就不用给你举例了吧？我不用给你举例有多少岁的人在谈帅哥吧？不用举这么细致的例子吧？你就好好工作啊，好好工作啊，往社会里走一走。我想告诉李诞一个好消息，一个也不是坏消息的消息。我最近的偶像是他啊，我是吧？也不能说是偶像啊，是我，也不能说是偶像，好，就是对他比较中毒上瘾。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我之前上瘾的互联网好朋友，只能说结局也不能说不好吧，只能说好的比较坎坷。特别是我一关注谁就会陷入低谷，所以我想提醒李诞注意一下，把他给我拉黑，快点，后台把他给我拉黑。我还要坎坷啊，姐妹儿，你是刚认识我是吗？我怀疑你应该是喜欢我2-3年了吧？你不是最近喜欢我的吧？啊，我没有猜错，你应该是2年前喜欢我吧？2-3年前开始喜欢我吧？我还要坎坷，我还要坎坷呀！啊，不能吧？你应该是我感觉你应该是喜欢我有2-3年的，是吧？是吧？不是最近吧？如果是最近的话，我真要拉黑你了，我受不了了。我心里算很强大的人了，你这还要坎坷？我这好心态，我心态好也不能一直可我一个人练呢。我现在已经很好了，别练了，行吗？我现在已经非常好了，不要再练我了，换个人练练行不行？能不能不要可一个人练了啊？哎呀，我的妈呀，要把我练成什么啊？这是不要再练我了，我这已经相当厉害了，还要练我？别练我了，换个人吧，好吧，求求你了。哎呀，我的妈呀，坎坷从现在就开始了吗？我希望这个程度的坎坷我可以承受啊，我希望就保留在这个程度坎坷可以啊，没问题啊，不能再坎坷了，真不行了，商量商量。没有这样的啊，讲道理啊，咱们蛋总，我有个姐妹贷款炒股，哇，我的妈呀，哇，她说现在利率低，不借白不借，市场跌了那么久，肯定准备回暖，我要吃上一波。我听着不靠谱，但是我不懂这些炒股的事儿，劝她，她也觉得我不懂，说我不适合炒股。听你说不要拿钱去炒股，怎么劝她呀？谢谢给大家，谢谢店员，我好头晕呐！别劝了，你劝不着，别劝了。点到为止，仁至义尽。你就说你别贷款炒股，我也不懂。我听说人家就说，你说我听说有一个人叫巴菲特，你说我听说我也不懂啊。你说我听说有一个人叫巴菲特，这个巴菲特说炒股最重要的是不要亏掉本金，不要上杠杆，不要借钱炒股。我听说了，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姓巴的传达到这儿完事儿，他还要借钱炒股是他的事儿，千万别再劝了。千万别再劝了，你知道为什么别再劝了吗？万一他本来要打算买的那个股票将来涨了，你这辈子就完了啊！千万别再劝了，就劝到这儿就远离就好了。这个人疯疯癫癫的，离他远点吧，远离啊！就把我刚巴菲特的话说完就远离，不要再干涉别人了。但我有一个朋友老是用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这句话怼我，我很不爽，但是我又怕怼回去了他承受不住，但是我确实有点气，该怎么办？你怼回去啊，你还怕他承受不住？他也没考虑过你承不承受得住啊。你怼吧，这有啥不能怼的？还朋友呢？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你怼呗，你看看他能不能承受住？这有啥不能怼？好，可以了，缓的差不多了，咱们再情情爱爱一会儿。哎呦我的妈呀，缓过来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一个异性朋友认识很久了，我挺喜欢他的，我们会相互送礼物，节日也会互发红包，分享生活。他偶尔还会表现出他有别的女生在接触，我和他表白过。说我喜欢他，因为我不确定他喜不喜欢我。他给我的回复是他也喜欢我，要不会聊这么久。但是觉得现在不合适。那听他这么说，我就觉得没啥希望。对，可是好巧不巧，我最近在接触一个男生，和他认识。他知道我接触别的男生又很生气，质问我对别人也是喜欢吗？我就很疑惑，这到底是又拒绝我但是我和别的男生接触，他又觉得不行。波妞别送礼物了，波妞啊，谢谢啊，随便买点牛脆脆就行。那我和他没在一起，难道我不能接触别的男生吗？我确实很喜欢他，但是我被拒绝了呀。难道被拒绝了我还得继续喜欢吗？我已经开始混乱，你不要混乱啊！他的幻想啊，他是他的幻觉啊，你不要配合他的幻觉。但你能不能帮我捋一下这个男生到底什么意思？你捋挺好，不用我帮你捋啊，你刚捋挺好，你把所有问号变成句号就行了啊。他你捋的挺好，对，他就是这么想的，他就是觉得你被拒绝了，但你还得继续喜欢他啊。我这么做真的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你把问号全去掉，我就没有问题了啊！好好跟你认识的男生接着谈。哦，这故事还有后续啊，有后续。上次因为我和他的别的男生朋友聊了几句，他生气，后来我和他和解了。结果昨天因为我工作的需要，
与他同事对接，结果他又炸毛了。合着我是只能拥有他一个异性，不能有别的吗？我还和他解释了，就是工作上有对接，就是普通聊天，他不回复我，但是我好像被下毒了一样，好上头啊！他越这样我越上头，蛋，快骂我一下！对，看出来了，他越这样你越上头。对，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初级、非常入门的一个让你上头的方法，你就中招了，是吧？头晕了。突然间腰也疼，头也晕，头晕是开玩笑的，主要是腰疼，腰确实有点疼。感谢大家啊，感谢各位的理解。我没有说后天腰真疼，是不是？意思是现在是假疼啊，现在也疼啊，现在也疼了哈，就是怕那个后天的时候更疼啊。我这椅子还行，但我确实坐太久了。哎呀，刚这个姐们呢，就是那啥，她就是确实是腰疼，不是开玩笑，真疼。今天我去，那我教练都觉得他说你确实肌肉太少，太容易受伤了，他就给我调了2下就疼。哎，反正我争取明天再去练一下，然后后天播，这样让腰好一点。认真的，我确实是腰疼，得练一下。刚那个姐们儿，这个男的就是很初级的惹你在意他的方式，你每次都给他回应，他就知道了，他就知道你被他训练了。我就说直白点吧，你被他给训练了，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知道吗？你被他训练了，他给你训练的非常好，就是他就发现你只要一跟他认识的男的联系，完了你呢就开始解释自己，说没有怎么样，他就知道了，说对吧？他就觉得我只要触发这个就可以让这个女的手足无措，让她关心我，让她你就是该干嘛，我离她远点吧啊！还上头，上啥头？有啥好上头的？我是大3在读，怎么说呢？我跟我小组内的一个男孩子很合得来，算是好朋友。大3在读，说小组内放假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他有点想变化关系。在我室友和他室友那儿，我也得到了证实。突然知道他要追我，我挺奇怪的。他们还说我很木讷，后来在聊天我也能感觉到，但是都被我开玩笑带过了。我有点想躲开他，但是我又不想。对于一段恋爱我是纠结的。我室友说我想太多了，喜欢就在一起，我应该是喜欢他，但是我又怕这种转变持续不了太久。啥呀？听你室友的啊！天，听你室友的啊！你室友人不错，听你室友的。但我在29岁这一年终于吃上爱情的苦了。对方前期非常得体，后面开始敷衍忽冷忽热。可是我很久没遇到喜欢的人了，就自己骗自己拉扯了一段时间。其实在我说暧昧的话他不接茬的时候，在我表白被他温柔且坚定的拒绝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应该 move on 了。距离我上次已读不回已经过去3个月了，在我的工作量非常饱和的情况下，依然每天都会大脑不自觉的弹窗对方，想问一问小卖部的姐妹们，除了买豁达鞋我还有什么办法走出来？救救我，感觉救不出来啊。这谈一段时间吧，再谈一段时间可能会好。温柔且坚定，这给你拒绝了，就还温柔且坚定呢，你这不容易走出来了。但弄好我又改了，上次普通店员回复我了，我以为会读的，结果等到2点没等到。但是真的很想要一个建议。啥呀？我的故事很简单，我爱上了我的成人英语课的英语老师，外教，英国人，比我大6岁。不行啊，犯6冲啊！我今天学到一个新知识，大6岁不行啊，大6岁犯6冲，不能跟大6岁的人在一起啊，好吧啊，这个是我今天刚学到的，好吧往心里去啊，大6岁不行啊，没戏啊，后面都不读了。他不帅也没什么钱，但我就喜欢他的课。我好像读过这封信呢，我怎么感觉有个一模一样的？非常非常想见他，周末去上课。我读过这封信啊，我怎么会没读过呢？我读过这封信。我现在写作业特积极，他回我也很认真，就跟互相写情书一样。我真的读过这封信，啊！当时我好像劝你冲来着，这封信我读过了。我以前劝你冲，但是现在我学到了一个新知识，叫犯6冲，算了。但我快疯了，我最近发现我叔叔，我的继父的女儿和我弟弟在一起了，怎么办？我快疯了。我是重组家庭，我和叔叔的女儿，就他继父，他叫叔叔，和叔叔的女儿呢一直是表面关系。过年去我外婆家，我叔叔呢和他女儿也去了，然后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我弟，是我舅舅的儿子。虽然他们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我真的很不爽。我弟985大学，目前在考研，这个女生中专毕业，还比我弟大3岁，之前和好几个男的谈恋爱同居，而且过年回外婆家的时候他还没分手，没多久他就分手了，就跟我弟在一起了啊！
我弟太单纯了啊，还没谈过恋爱呢，刚上大3，而且这个关系真的好奇怪啊！少管吧啊，姐们儿，别管。你弟不单纯吗？你弟不是单纯吗？这不是个很好的经历吗？那人是怎么成长的呢？人不招风不招雨，怎么成长的？别管了啊！腰疼到到后半夜就容易走神儿，就确实腰有点疼。感谢大家理解，感恩。去年我认识了一个小4岁的年下男，他刚分手，我生活也不顺心，互相安慰，聊天变多了，开始产生一些暧昧不清、晦涩难懂的情愫。他甘心给我做小三啊！我还带入一个美好的情绪，你这转弯转的也太快了。去年我认识一个小4岁的南下男，什么？他甘心给我做小三，什么也不图。一开始我也拒绝过，后因性格相投，我禁不住美色和温柔乡的诱惑，还是跟他恋爱了几个月。期间我一直很愧疚，一方面是认为对死心塌地的小三不公平，另一方面是我心情开始变好，夫妻关系逐渐升温，更舍不得对不起自己老公。随着接触变多，我发现他社交平台也有暧昧不清的异性朋友，虽提出分手，在一系列的质问下，他终于说出了真相，那个女生是他交往了2年的未婚妻，所以他口口声声说甘心给我当小三，实则是欺骗我给他当了小三。本来此事就此作罢，最近他时不时给我打电话，又勾起了我的愤怒。但我想问一问，我到底应不应该告诉那个女生自己未婚夫隐婚出去找女朋友的事情，让他去制裁一下他？你拿什么制裁人家？姐们儿，你还要制裁他一下？那人家要反制裁你一下，你扛都扛不住呀！试问你又该如何应对呢？刚咱们那个大6岁不行，那个叫啥来着？大6岁不行，那个是啥来着？叫那个咱们那个传统说的那个说法叫啥来着？6冲。犯6冲，这犯6冲啊！彼此当小三，3+3，犯6冲啊，这才叫犯6冲是吧？大6岁不能叫犯6冲是吧？这个彼此互为小三，3+3等于6嘛，这才叫犯6冲是吧？那犯6冲就算了呗，都已经犯6冲了，赶紧吧，就别联系了。你还要制裁他，你容易把自己制裁进去啊！犯6冲了，别制裁了啊！别制裁了，这非把自己制裁进去不可，别制裁。这些道德感不强吗？正义感嘎嘎强吗？啊，你真行啊！赶紧不要再联系了啊，好吧啊，把你的正义感放一放啊，精彩，真的。我今天差不多了，我再读最后一封，咱们就快快乐乐的休息，不是逃跑了，但我要疯了。我之前看你直播说遇到催生的，就说自己有个孩子在国外，对我教过这种损招啊，他用了啊，我觉得这个方式很好，就用了。结果我的前男友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我跟别人有个娃在香港的这个事儿，他信了，你这个就不严谨。香港是国外吗？啊，要害我这是读信啊！他信了啊！他觉得应该是他的小孩，而且他回忆推算，认为这个孩子至少3岁了，对吧？一定要严谨，还孩子在国外，我说你这算了，不跟你解释，没事，你写信。不挑你刺儿啊，注意啊，以后你注意你的言行啊。他觉得应该是他的小孩，而且他回忆推算，认为这个孩子至少3岁了。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现在他天天找我要孩子在香港的地址。我猜他大概率这孩子在我弟弟家。我弟弟家确实有个3岁多的娃，但是那是我弟弟的娃呀。幸亏他不知道我弟弟家的地址，我弟在香港。他现在失心疯了，我怎么解释他都不信，觉得我们合伙骗他，这可真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现在怕了他了，很怕他哪天发疯就掏出一个戒指要结婚，好害怕呀！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你活该！我都说国外了，你整香港，你不活该吗？完了，你弟弟在香港，你说埃塞俄比亚呀？我说的不是国外吗？你整香港，你不活该吗？活该啊，太近了！你说埃塞俄比亚，说点真正的国外啊！你这不是国外呀，你这活该啊！被人查到了，活该啊！是不是？哎，净给我整着，咋办？不知道咋办啊！听意见听全，说国外要真的是国外啊，帮不了你啊，不负责任啊，没有严格执行我的这个意见，概不负责啊！就这样吧啊，朋友们，今天就这个了，好吧，拜拜了，朋友们。确实腰有点疼，今天就这样吧，咱们后天再见啊，拜拜，朋友们。你们今天都直面天命了吗？你们今天直面天命了吗？我暂时还没有直面天命啊，你们直面天命了吗？你们的这个男朋友、老公啥的直面天命了吗？你们本人和你们的另一半都直面天命了吗？没听懂，太好了，没听懂，哈哈，没听懂，觉得非常喜欢，没听懂这朋友我非常喜欢，特别好。
不会被外界的热点干扰自己生命的节奏，特别好。没听懂。我直面个青稞面啊，我也暂时没有直面天命，饿死我了，我真的不行。我今天主要是为了得先提前开吃，不然我受不了。吃嘛，感觉不如就播着吃是吧？就感觉特可惜，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人直播真的改变人的心理，都变态了。说吃这我吃饭不让他们看看，这不是不是可惜了？神经病。能理解我这种心情吗？有点变态哈，但确实是这种心情，就觉得反正也得卖，也好吃，不如给大家演示一下，边播边吃，完了给自己饿的头晕眼花了，说那就提前开播吧，好吃极了。白健身了没有啊？我问教练了，教练说我今天这个量可以回去吃点碳水，而且我一天没吃饭，朋友们，我不跟你们夸张，我早上起来就吃了这么3块南瓜，烤南瓜吃完之后我就健身了，健完身回来又吃了2块南瓜，然后现在这算我第一顿饭，我有资格吧？我有这个资格吧？我配吧，朋友们？小时候梦想就是开小卖部，对，谁不是呢？我现在就是这种生活状态。你看我吃了像不像在小卖部给吃的东西？这个方便面汤是最幸福的。当然，这人和人不一样啊。我上次就说过了，你像我朋友李泽，他就说他从小就不爱吃泡面，他觉得吃泡面特别悲惨，说吃个速食面怎么那么可怜？但我就觉得吃速食面特别幸福，再就块饼干，我觉得没谁了，太幸福了。他可能觉得就得现烙的饼是吧？现做的馒头才幸福，我就觉得这就很幸福。大家定义不一样哈。今天把汤都喝完了，上次控制了一下，这次可以喝完。哎，一顿炫的很爽。开始铺垫了没有？这刚开播，怎么像防贼一样防我呢？咱们不是自己人吗？一天天在外面的时候，我看这发个切片都什么李诞是我什么电子男闺蜜这那的，一到直播间里头就是，给自己铺垫，又想走又不想播了吧？天天防贼一样防我，南瓜怪，南瓜精啊！这妖怪看起来战斗力不强，那肯定不强呀。这入得了门吗？这妖怪肯定是巡山的呀。植物成精的有啥呀？一般都是树精是吧？桃花精，没听说过有南瓜精哈，朋友们。咱们从小到大听都是什么？都是花比较喜欢是吧？成精，葫芦娃是吧？没听说有南瓜怪哈，南瓜没成精就被吃了。对，确实太好吃了是吧？太好吃了成不了精哈。这个南瓜就挺好吃的，这长得可爱，颜值真的很高。要不你去睡会儿？好的。那谁来主持大局呢？那我去睡会儿，你们谁主持的下大局呢？我感觉把这个南瓜放这儿挺可爱，特别画面感特别好，也符合我们小卖部这个吃瓜的这个感觉是吧？4个南瓜，骂人还挺委婉是吧？明显是 AI 没有声音，什么意思？我现在发出的这个东西叫什么？是光吗？我在发光吗？我的嘴这些东西是不是声音是什么？是光吗 ？T 恤背面就长这样，我就想到了 ，T 恤的背面是长这样。I need potato, thank you。我读对了吗？这就是我的 T 恤背面 ，tomato。我从小这个 potato tomato 分不清楚，还有一个 kitchen 和 chicken， 绝了。为什么健身？腰疼啊，腰疼。感恩的心，感谢。